金枝姐姐真厉害，狮子不进后院，不进霜雪院，最先来看姐姐。这话金枝喜欢听。世子说了，等我养好伤就进书房伺候。那感情好，金枝姐姐的好日子马上就到了。自己领赏，谢谢姐姐。李婉儿得知谢云峥去看金枝，气得摔了碗。自从金枝被抬，谢云峥就没有来看过她，当即让人给娘去了信，要回李府一趟。李母装病，让人来国公府接女儿回去。李婉儿见到她就开始哭，趴在娘怀里诉说一桩桩一件件的委屈。娘，成婚嫁人就是去受委屈的吗？女儿可从来没有受过这些。女儿，你之前生活的地方你是最尊贵的，这里不同，这里是京城，比你尊贵的人太多。你爹如今做到尚书，官场上也不能事事如意的。那女儿为什么回京？为什么嫁人？就在祖母身边，一辈子没有烦恼。李母叹了口气，早知嫁人后辛苦，她也想回到小时候，但还是要劝女儿，人总是要往前看的。你的夫君是人中龙凤，比旁人强100倍，有1、2个妾室也无妨，没什么本事，3、4房妾的大有人在。你坐稳大夫人的位置，等你诞下嫡子，就是未来的世子，甚至是鲁国公。到时候鲁国公府的一切都是你的，目光要放长远。可是君主就不用面对这些，二弟对他特别好，对他再好，他也无法把整个国公府的基业给郡主。人总要得其一，不是吗？你不必羡慕他。李婉儿回府时，国公夫人特意派人来问亲家母身体如何，她对婆母的印象还不错，只说受了风寒，几日便好。她坐在屋中思索娘亲的话，自己的男人要温柔以待，能顺着就不要拧着，放低身段哄一哄，他就会看到你的好。这几日他很忙，主动去道个歉，哄一哄，也许他们的关系就能缓和。谢云峥也没驳他的面子，当着他的面喝下，但是没说要回后院睡。李婉儿也不着急，他虽没去他屋，也没去别人那儿，只是白日里去了金枝的屋子。谢云照搂着媳妇儿，怎么索取都不够。他的蓉蓉说喜欢他了，他就知道一直在他身边，早晚有一日会在他心里有一席之地。好了好了，你再疯我就生气了。沈淑荣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住他，被他正反面煎的都要化掉了。谢云照忍住，把人抱去浴室替他清洗，洗着洗着又控制不住臊起浪来。沈淑荣一口咬在他肩头，我再也不说喜欢你了。男人动作稍顿，等洗好又过去了半个时辰，沈淑荣被抱回床上就睡着了。谢云照从身后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轻轻呢喃，说着蓉蓉我爱你，又亲吻着她的发丝，这才勾着唇睡去。招募的300水手已经安排秘密前往林州，他们也要筹备去林州的事儿。8月30，鲁国公府家宴，也当给小两口送行，明日便要出发。原本妾室是没资格上桌的，但黎霜还有一层身份，国公夫人的外甥女，所以桌子上有她的位置。当谢云照看到黎霜也要落座，你怎能坐？云照，一家人吃个饭，你又闹什么？什么时候妾能上桌了？黎霜看到她的喜悦一扫而空，偷偷抹起眼泪来。李婉儿却觉得解气得很，二弟会说可以多说点。混账，黎霜也是你表妹。我可没有自甘堕落的表妹，娘非让我认，我这就搬走。你如今有地方去了是吧？就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了？沈淑荣扯他袖子，别惹娘生气。那换小桌，谁的妾坐谁后头去，我不和他坐一桌。国公夫人深吸了几口气，娘别气，今日人多，大桌的确没有小桌舒服，儿媳这就让人换。李婉儿叫来管家嬷嬷，很快便摆了小桌。黎霜的位置在李婉儿和谢云峥身后，哭哭啼啼地走过去，竟敢影响蓉蓉用餐。不懂规矩，家宴的时候哭哭啼啼的，大嫂你是怎么管教的？李婉儿有心管，但碍于婆母询问的目光看过去，国公夫人也没想到黎霜这么能哭，心生不满。国公夫人对着李婉儿微微颔首，李婉儿就让人带黎霜回去。表妹还有一些规矩要学，儿媳会好好教她。谢云峥对此毫无感觉，他根本就没当黎霜是自己的妾。谢云照很愿意提醒他，表妹做了大哥的妾，大哥应该好好照顾。
是你惹哭的他。是因为他想挨着你坐，我不让他才哭的。谢云峥没说话，不和他争辩，他不当回事儿。鲁国公听进去了，晚饭后叫走谢云峥，让他多去开枝散叶。谢云峥无奈应下，当晚去了黎霜的院子。黎霜也知道自己的心思不正，不能让大表哥发现，忍着心里的不适伺候了他。李婉儿生气黎霜，哭一哭，世子就去他那儿了。金枝的身体也快养好了，恐怕又要分走他的夫君。都是贱人，我还不够讨好你吗？竟然一次都不来。第二日一早，李婉儿就去找国公夫人告状。国公夫人又叫来谢云峥，让他多顾着点李婉儿。谢云峥最近焦头烂额的，自那日后，太子一直没召见他。军营里很多兵见到他只问好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热情相迎。这些他都不敢和爹说，怕爹觉得他不行，本来就已经很烦心了。爹娘又轮着劝他多去后院。回到书房，他撑着头闭着眼，脑子里都是一个又一个难题。金枝走过来替他揉着脑袋，世子，妾替您揉，郡主最喜欢妾的手法。听到他提永嘉，拉着人坐到怀里，盯着他的眉眼瞧。金枝受宠若惊，羞得略微低头。只要一提郡主，世子的眼中都是温情。谢云峥的手指抚上金枝的唇，若他是永嘉该多好，会陪在自己身边，为自己揉着头，坐在自己怀里，只要他想亲他，低头就可以。这么想着，他便亲了上去。嘉县的郡主府已经可以住人，沈淑荣就住在这儿。谢云照带着一个人进来，这位是我娘子永嘉郡主。沈淑荣抬抬眸，带谁回来了？这是草民从武见过永嘉郡主。从武，请起。从武起身作揖行礼，退至一边。娘子，今天比试，我见他水上功夫极好，带回来给你瞧瞧。沈淑荣压根没听他说什么，紧盯着从武瞧，这不就是从海吗？原来他本名不叫从海，难怪找不到。谢云照伸手在沈淑荣眼前晃了晃，蓉蓉怎么一直盯着从武看？回头怒喝道：你先出去。从武赶紧抱拳出去了。沈淑荣回了神，怎么让人走了？我不高兴了，你一直看他。沈淑荣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男人又酸了。自己的男人就是要自己哄。相公，我只是看他适不适合管咱们的水军，所以才多看两眼。谢云照不为所动，只要他还生气，蓉蓉就会说喜欢他，就会哄他。相公知道的，我只喜欢你，最喜欢你的。谢云照忍不住严肃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指了指自己的唇。沈淑荣会意，轻轻吻上去，很快分开。还要？那你不能再生气啊。好。沈淑荣心情好，要找的人找到了，有他在，相信海运很快就可以实现。那个从武，我们把他安排在别的地方吧。谢云照没意见，不安排在身边就好。娘子会不会觉得我小心眼儿？会不会觉得我烦呢？不会，只允许你一个人小心眼儿。嘿嘿，我们什么时候回京？我们在这边多玩一阵子好不好？回去家里人好多，我想和你单独在一起。谢云照被他的样子可爱到，把人压在桌案上就亲了上去。他说啥是啥，都听他的。人出去时春光满面的。从武，跟我来。见顾恺之傻兮兮的，就知道跟着他这个大男人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没想过找媳妇儿吗？媳妇儿能比谢兄厉害吗？媳妇儿要厉害的干什么呀？天天揍你啊！啊，不行，不厉害的我不喜欢。这算了，没人管你，你找去吧。女人能有几个功夫厉害的？按这个标准找，顾恺之定会打一辈子光棍。赵县令好这口？赵县令尴尬的一笑，这人可真是，非让他把话说明白。二公子喜欢的话，让他们伺候你和顾公子用膳。不需要，让他们退下吧。赵县令瞥了一眼师爷，这是怕郡主知道。既然两位公子不喜，那我这就让他们出去。摆摆手，下人会意，带着舞婢出去。四人边走边回头瞧谢云照，真不打算留他们吗？等谢云照回房时，感觉到屋内有人，青竹守着门，让青英去找赵县令。赵县令还没来，顾恺之气哄哄的跑来了。哎呦，谢兄，我房间里竟然有女人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你不喜欢呐？我不喜欢啊！谢兄忠于郡主，我也像谢兄一样，只忠于一人。好样的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。
那谢兄就是我大哥。顾恺之终于得到谢兄认可，笑得很开心。赵县令匆匆赶来，见二位爷就这么站在外边，心里顿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难道他们不好这口？两位公子怎么都站在外面不进屋啊？赵县令装成什么都不知，谢云照摆摆手，示意青竹行动。屋内正是灵武那人，听着院内的声音焦急万分，怎么还不进来？正幻想如何施展时，门被人推开，还请这位姑娘出来。那灵武的错愕万分，事情好像和他期盼的不一样啊！低着头碎步走了出去。赵县令知道八戒错了，怎能进错院子？这是谢二公子的院，还不滚下去领罚？灵武不愿意走。哎呀，二公子啊，这丫头刚进府，找错了院子，实在是抱歉，扰了您休息。进错了，正是，奴不是故意的。既然进错了，就别走了。是。灵武低垂的眉眼透着得意，他就知道他舍不得。赵县令一愣，这位爷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二公子，那我们就先退下了。你走什么呀？小爷睡不好，你有很大的责任，就在这儿守夜吧。他也在这儿守夜，只不过他要跪着守。灵武听闻惊住了，随即慌忙跪下求饶：“求公子垂怜，奴跪着一夜，这双腿怕是要废的呀。”二公子，本官这不妥吧？他堂堂县太爷，怎能给一个公子哥守夜？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。怎么，赵县令也想跪着守？不，别废话，谁再说一句，小爷就让人伺候你们跪。此刻后悔死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是，还请二公子早点休息。顾恺之对谢云照的崇拜又高了一层，有人守着，他敢睡了，主动去了厢房。灵武求助的看向县太爷，跪一夜，他这腿真的会废掉的。跪好，让贵人发现你偷了，你的命本官也保不住。谢云照沐浴后叫来青竹，见到郡主记得告状。青竹了然点头，他已经懂怎么告状了。灵武跪得腿疼，青英就在他身边盯着。跪好了。等他累了去睡了，再换青竹看着。那灵武硬生生跪了一夜。谢云照走时，灵武还跪着，他的腿已经麻木了，根本起不来。赵县令点头哈腰的送走这位祖宗。谢云照回去就委屈的找蓉蓉。沈淑蓉见到，知道他在装，但他依然拉着人坐下，询问发生了何事。谢云照瞥了青竹一眼：“郡主，天水县赵县令家安排了舞婢，那舞婢一直盯着二爷看，一定对二爷心怀不轨。二爷把人赶走，没想到那舞婢竟不死心，还想进二爷的房。这熟悉的配方，但也不能再随意对待，当即拍案。竟敢惦记本郡主夫君。正是郡主，您尽管下令，属下去办。张孔知府摘了赵县令的乌纱帽，留看一年，说明年的政绩不达标，直接罢了他的官，再罚那舞婢去做粗使丫头，不许再跳舞。是郡主，属下立即去办。后来赵县令得到很多同僚慰问，到底因何被罚？得知是送了女人，均在心里记好了，给谢二公子送什么都不能送女人，再也收不到女人的谢云照挥退仆人。蓉蓉别气啊，你发过这次火，以后再也不敢有人惦记我了。你是我的，谁要破坏我们，我定不让他好过。谢云照美的没边，一下又一下吻着他的额头。蓉蓉对他的占有欲好强，他好喜欢。腻歪了一阵，分离几日的想念依旧浑厚。男人盼起天黑，天黑就能搂着蓉蓉睡了。沈淑蓉拉他聊起要在嘉县建学堂，除了教书外，机关术数也要学起来。大国的进步不能局限在书中。谢云照很认同，有婢女敲门是码头的事儿，九公子求见郡主。谢云照变脸的速度那叫一个快，那个莫久，总是借机见他的蓉蓉。沈淑蓉知道是正事，不能再依着他，但也拉起他的手，示意一起去。墨尘见过郡主，见过二公子。最大的码头归了墨家，其余几家不惦记，但还是会出现抢码头的现象，尤其近日通船的数量越来越多。沈淑蓉不看重这些小利，也要有规矩，太乱的话会生出旁的事。这几家以往都是听你的，这里便都交给你管吧。郡主，这……墨尘略微尴尬，他只是说一下情况，借机来看他，没有要争权的意思。我打算把整个嘉县交给你打理，不必谦虚，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。墨尘还在犹豫，还不快谢过郡主？不用谢我，该我谢你。嘉县很重要，一个疏忽可能又会导致临淮两地水灾泛滥。开办学院，维护水运，治理河道，复兴民生，都极为重要。交给旁人我不放心。郡主把他架得太
太高。莫尘的身上突然有了重担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缺，但我想这里的百姓需要你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莫尘不再纠结，直接跪地接下了这个重担。莫尘领命。辛苦九公子。谢云照突然就补醋了。莫尘有头脑，经商也是一把好手，又读过书，的确适合留在这儿治理家县，这样他的蓉蓉就会很轻松，可以放心的每天和他腻在一起。莫尘说了一句不敢之后告退出去了，他的内心也是高兴的，以后和他依然可以联络。不愧是本国公的儿子，这次云照给爹长了大脸了。爹娘，儿子能有今日的出息，都是因为娶了郡主。若不是郡主坚持通传运，儿子也没机会。云照说的对，自从你和郡主订婚，行事稳重多了。没想到郡主小小年纪竟有这等胆量，比起长公主来要更胜一筹啊！国公夫人听到这话头不对，悄悄拽了拽夫君衣袖，奈何陆国公根本没当回事儿。所以爹娘，郡主是儿子的贵人，也是咱们家的贵人。国公夫人就知道儿子在打什么主意，他们爷俩一个敢要，一个敢给。是啊，郡主的确是咱家贵人，娘让人准备郡主最爱吃的菜，好好犒劳你们。娘小气，娘的好东西没少给你，你大嫂那边会不高兴的。爹娘偏心，大嫂怀孕娘没赏。没等他娘争辩，鲁国公便做了主，让人送2箱珠宝给郡主，这才打发儿子满意。下午，沈淑荣进宫见皇帝，永嘉拜见黄伯伯。沈淑荣行了个大礼。起来吧，赐座。沈淑荣没坐，走过去给黄伯伯捏肩。永嘉这次回来带回来一个偏方，黄伯伯可以用来敷肩。你有心了，说说看，这次都有什么收获？黄伯伯，永嘉收获了很多笑脸，他们应该过得还好。皇帝闭上眼，如此，朕100年后也能放心很多。黄伯伯不用忧虑，有太子哥哥监国，大周会越来越好。他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朕希望你们能够兄妹一心。沈淑荣知道他担心什么，定心丸是该多喂几次的。放心吧，黄伯伯，永嘉定当竭尽全力，全心全意帮助太子哥哥治理好大周这广袤辽阔的江山。他会好好帮他的，甚至会好到不需要他出力。朕相信你。沈淑荣回府时带回来1车的赏赐，谢云照高兴，蓉蓉铺的摊子很大，银钱定然是越多越好。李婉儿如今已经接管府中事务，让秀禾端着参汤随他去了谢云峥的书房。见过夫人，世子爷不让打扰。看到同样守在门外的金枝，李婉儿笑了。谢云峥又何尝不苦恼？金枝到底不是郡主，而他这辈子注定爱而不得。我来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问问3日后的宴席要不要请2个杂耍班子？这次郡主立功，2弟封官，应该好好庆祝一番。赤羽怎会为这件事打扰世子爷？世子夫人做主即可。也好，如今2弟也是将军了，他和郡主还真是般配。李婉儿瞥了一眼金枝，捂着小腹走了。贱人，留给你哄去吧。李婉儿的话一字不落地进入了谢云峥耳朵，般配2字格外刺耳。永嘉只有他才配得上，谢云照算什么东西？门外传来敲门声。世子爷，妾让人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。滚！金枝就是金枝，谁都比不得他的永嘉。门外金枝吓了一跳，不敢再敲，老老实实地守着。第2日，沈淑荣和谢云照去了长公主府。娘，永嘉这是继承了您的衣钵了。这丫头啊，比我胆子大，都敢带兵了。是啊，还为云照换来了官职，现在这婚事看来呀，不错。娘，祖母是他给我的底气，否则我怎敢上船？他的官职是应得的，以后也能做得更好。是啊，你们2口子互相成就。郡王妃想到什么？你们先成婚，还没动静吗？娘，女儿落水受寒，太医说要好好养养才能健康。永嘉不急，国公府与他又没什么关系。郡王妃一想也是，便不问了。娘让人多给你送点补品去。谢谢娘。陆府。你跟他多久？顾恺之才跟他几天，副将的职位竟让他得了去。爹，儿子这次没跟着去，定然是没有功劳。那你为何不跟去呀？儿子上次跟了，他行事胆大，险些让儿子惹了麻烦。你个废物！你们一起玩的，他都成了将军，你还是那个废物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还不快去他身边好好伺候，多引他顾念你们往日常一起玩的情分，也混个官儿当啊！是，儿子这就去。只要肯好好哄他，定会比顾恺之官职高。毕竟谢云照不喜欢顾恺之，这次封他无非是他能打，
帮了忙而已。散席后，兄弟二人出门送客，回来时两人齐步。二弟们要骄傲，他们夸的未必是你，而是郡主手中的财库。若非如此，谁会多看你？说到底，都是娶了永嘉给你带来的好处，得以什么？大哥不必羡慕啊，等大嫂立个功回来，你也能因为妻子被夸赞呢。你谁家好男儿靠女人的？我呀，我不好，奈何娶的妻子好，我就靠，你管得着？谢云照斜着眉扫他一眼便走了。有病！谢云照回去就委屈地抱住沈淑荣。谢云峥说他靠女人，沈淑荣真想扇谢云峥2巴掌，他算什么东西？相公别急，早晚让他看看，你不靠任何人也比他强。男人把脸埋在他颈窝吸吮，他愿意靠着他，别人想靠都没机会。娘子，我想亲你。你喝了酒，醒酒汤熬好了，喝了就睡吧。不，亲完再喝。谢云照找到阴唇就吻了上去，不满足唇齿相依，稍一用力便尝到了灵动。这男人从来都不老实，那手顺着衣襟伸进去。沈淑荣明明只喝了几口果酒，如今竟被吻醉了。相公，醒酒汤。不喝，你就是我的醒酒药。那碗醒酒汤白熬了。郡主府已经修缮完毕，谢云照和娘来说过了正月15就搬走。国公夫人哪里舍得，但见儿子一脸高兴，巴不得今天就搬走的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搬吧，等你们走了，娘的所有好东西都给你大嫂。娘真逗，说的好像儿子不搬你就把好东西都给郡主一样。国公夫人又转头找趁手的武器。不是吧娘，你还真要给郡主啊？眨眼间眼泪就下来了。谢云照看到也不逗了，走过去给他揉肩。哎呦娘，这大过年的不兴掉眼泪。不用你管，滚去管你媳妇儿去。我们会常回来看您的。谁家儿子娶了媳妇出去住，你以为是入赘吗？哎呀娘，这事儿赐婚时您就知道啊。知道是一回事儿，真办是另一回事儿。我舍不得你，你倒是全都舍得。谁说的？儿子也舍不得您，最舍不得您了。但是郡主要管财库，总要和咱们家分开的，否则这财库岂不是成了鲁国公府的？让人传出去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。国公夫人什么都懂，但就是心里难受，还是不理他。哎呀，好了娘，就隔2条街，随时都能回来的，就怕儿子回来您嫌烦。滚，现在就烦你。回到临风居，谢云照神情淡淡的，沈淑荣便问了青竹：你把娘惹哭了？娘子，平日娘这么烦我，为何还不愿意我们搬走啊？正常，我娘也总骂我，但我嫁人，她还是舍不得。谢云照不理解，反而他挺高兴的。3日后，郡主府搬迁，谢云照在娘依依不舍的目光下，扶着沈淑荣上了马车。谢云峥脸色不好，看着谢云照毫不掩饰的笑颜，心里酸得要命。他可以不计较他的心偏向谢云照，但他可不可以不要忘了他？郡主府经过半年的修缮，各院落后花园都极具观赏性，门头牌匾5个大字“永嘉郡主府”，更是出自陛下亲笔。郡主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知道你喜欢人家。大哥，你别乱说。哟，还不让你娘去提亲？顾恺之扭着头不敢看他，他提了，但爹觉得杨倩的出身不好。我爹不太同意。哟，你真提了？顾恺之委屈的点点头。他回去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保护他。他虽不才，但也是尚书府2公子，又有了官身，杨倩做他的夫人，没人敢再说他。没事，只要你喜欢，大哥定帮你娶回来。真的？包在我身上。送走顾恺之，谢云照去书房找蓉蓉。他最近忙得很，改造家县投入的银子已经赚回大部分，但接下来的事更烧钱。他养了1万私兵，还要筹划出海，和海盗硬碰硬。走过去替他捏肩。哎呀，今天有不少大人旁敲侧击，想跟我们合作。3皇子之前也说过。想得挺美。我觉得呀，利润可以多占，咱们如今正需要。相公，正相反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再多的银子也不能从我这换来好处。谢云照不解，只有臣服才可以。谢云照懂了，像顾恺之一样，自己人才可以。他吧唧一下亲在他小脸上。娘子真聪明。近日，沈淑荣又约了杨倩2次，传出2人要合作的消息，很多人都想接触杨倩，还有人家动了提亲的想法。顾尚书有些着急了，本来儿子提过杨倩，他觉得出身
身差了些，但现在很多人家都在打听杨倩，二儿子的前途都在郡主和谢云照手里。顾尚书再也坐不住了，找来妻子安排去杨家提亲的事儿。顾恺之得知婚事定下来了，冲去郡主府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抬出徐尚书，我爹会坐不住啊？当然是为了抬高杨倩的。顾恺之对大哥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深深鞠躬。别谢了，这是你出京前送你的礼物，好好带兵啊！大哥放心，我别的不行，带他们轻松。转眼到了大朝会，谢云照和顾恺之也要上朝。正打趣顾恺之，听到内监传召上殿，当看到御史大夫指着他说他强买东西不给钱，他都忘了是哪次。谢云照，你可有话说？谢云照听到彩凤灯笼，这才想起15那日，他直接跪地：陛下，微臣冤枉啊！那日陪郡主逛灯会，郡主只瞧上那个灯笼，可店家说给多少钱都不卖。郡主自接手财库以来，日日勤勉，唯恐辜负陛下信赖，微臣怎忍他伤心呢？这实在没法子才抢了过来，但也让店家来府里取银子。这鲁国公府这么好找，他又不是不认识路啊！御史大人可去鲁国公府查过，管家应该是付了银子的。原来如此，既是为了永家，便就此作罢，以后莫要再抢了。哎，微臣知道了，谢陛下体恤，微臣这就退下。谢云照瞪了吴御史一眼，哼，我记住你了。御史大夫顿时胆寒，他是不是惹了这魔头？鲁国公伸手抚去额头汗水，还好儿子的官职保住了。谢云征的手又攥紧，这也能被他逃过？他好像不似从前好对付了。下了朝，走出宫门，鲁国公揪住儿子的耳朵一顿训：今时不同往日，怎么还这般胡作非为？哎呀呀呀，爹，你知不知道郡主改造家线花了多少银子？嫁妆都要搭光了。这是你不给钱的理由？哎，爹，能省则省呗。滚！再有下次，老子打断你的腿。是爹。鲁国公回府后，想着儿子说能省则省，心又难受起来，叹了口气，叫来管家。哎呀，去我司库里取1万两银子给云照送去。管家惊讶，二爷他缺银子了？以后临风居的分例，每月你亲自送去郡主府，诗书瓜果，记着想着点他们。是，国公爷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鲁国公深吸一口气，他们夫妇其实最喜欢云照，这孩子自小活泼，不消停的身影总会晃到你身前。云征截然相反，总是闷着，但却踏实。2个儿子他们都是盼着好的，如今听云照说省这个字儿，真就心疼了。可惜他那好儿子无法领会老爹的爱子之心，喜滋滋的接过银票，没想到跟爹哭穷还挺有用，下次继续。1个月后，郡主府小宴，请的都是合作的商家。汪老头子昂着头，骄傲得很，见了谢云照也是笑眯眯的，一口一个贤侄。谢云照也不端架子，汪伯伯、汪大哥的喊着：贤侄如今已经搬出来了，不必再听谢世子的话吧。哎呀，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大哥呀，我爹希望我能事事以他为主。不过汪伯伯放心啊，云照有分寸的，上次对不住。哪里，如今倒也验证了，这事对我们汪家也是好事，是我们当初错怪你了。无妨，现在事情都朝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们只需要看以后。谢云照举杯敬酒，其余东家很是羡慕汪家，除了有合作，还能和谢二公子称兄道弟的。今日并未分席，只分桌，沈淑荣和谢云照坐在主位，同桌而食。如今财库刚刚恢复，还需要在座各位东家共同协作。本郡主敬各位一杯，只要各位诚心相待，本郡主定然会带各位奔更好的未来。多谢郡主。沈淑荣杯中果酒一口饮下，垂头之际忽然恍惚，伸手抚额。谢云照吓了一跳，揽过他靠着自己。爽爽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沈淑荣刚点头，忽然就晕在他怀里，失去了意识。快去请太医！青樱飞奔而去，一屋子人都吓坏了。谢云照快要吓死了，蓉蓉怎会突然昏倒？趴在床头紧握着他的手，一遍一遍喊他，但他没有任何反应。太医怎么还没来？庆主，你去迎。是，二爷。沈淑荣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男孩的声音：娘亲，娘亲。他努力睁开眼，看见的却是迷雾，费力地向着声音的来源走去，那声音更近了。娘亲，娘亲。沈淑荣边走边用手挥开迷雾，直到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呆住了。娘亲，我是阿南，我来了，娘亲。沈淑荣被惊醒，浑身的冷汗不住地往外冒。谢云照紧紧地搂住他，终于醒了。蓉蓉，
是我在呢，别怕。沈淑荣的泪止不住的掉，不要，他绝对不会再要他。胡太医匆忙跑进来，谢云照快速坐去床头，把浑身发抖的人揽在怀里。淑荣别怕，胡太医来了，让他给你把把脉。沈淑荣机械地伸出手，脑子里都是谢之南叫娘亲的声音。胡太医把脉，脉象像是，但又不明显。得知郡主是忽然昏倒，昏的时间不长，差不多可以断定。郡主没有大碍，一下观看像是喜脉，但时日尚浅，也可能是郡主心慌所致。若郡主没有哪里不舒服，便再观察半月就可明了了。听到喜脉，沈淑荣的眼睛就闭上了，后边又说了什么根本没在听，恐怕他最不想发生的事儿还是发生了。谢云照也丝毫没有喜悦之感，若怀孕就会让蓉蓉昏倒，这辈子都不让她怀。天知道他的心都快下停了，他们才相处多久啊，他不能让任何事情影响他们。胡太医本以为会见到二人喜极而泣，或是腼腆道谢，结果一个哭一个气，恨不得是他误诊的样子。怪哉，提着药箱灰溜溜地退了出去。3月后，距离胡太医诊脉已经过去1个月，沈淑荣都没有再叫太医，但月信没来，他不得不相信事实，手抚上小腹，但愿只是梦。谢云照见他后来没有再昏过，放心很多，但见他好像不想确诊，便没主张叫太医。沈淑荣抱着男人的腰，怕讨厌都没用，怀了就是怀了，只要孩子的爹是他们可以教育出不一样品行的孩子。想通的沈淑荣，相公，去找太医来把脉吧。娘子在怕什么？若是不想要，不，这是我和你的第1个孩子，我想要。太医来了，诊脉后确定郡主怀孕，长公主府、郡王府、鲁国公府都很高兴，各府上下皆赏。从那日起，沈淑荣一闲下来就让人读书给肚子里的宝宝听，上到道德伦理，下到民间话本，尤其是遇到女子不义呀，遇到负心汉或者被丈夫伤害的书，还会让人多读几遍，一定要让肚子里的孩子清醒些，明事理辨忠奸。此山最近可有消息递过来？郡主，前阵子世子去了后院，只去了2天就被金枝给勾了回来了。听说李婉儿吵过一次，现在世子又不去了。沈淑荣唇角微勾，魏悠然这个废物怎么还没加进去？看来要推一把了。再给金枝送些好东西，只要她好好的，我才能放心。是，郡主。传福顺来见。2日后，沈淑荣去了东宫。永嘉妹妹身子重，怎么进宫了？太子哥哥，永嘉听说一些消息，实在坐不住，这才来扰。什么消息？银枝扶着沈淑荣坐好。永嘉听闻三皇子有意娶魏悠然做侧妃。姑爷有所听闻，老三最近越来越不安分了。太子哥哥不必担忧，魏悠然未必答应，他喜欢的一直都是谢世子。我知道太子哥哥重用世子，他是永嘉伯兄，我们自然都是向着太子哥哥的。如今有谢家军支持，说魏悠然真的嫁给世子，魏家军自然也会支持太子哥哥。魏家怎么会让魏悠然做妾？侧妃虽也是妾，但是到底是皇家御牌的，而且谢云峥娶妻前姑问过他不愿意娶魏悠然。这个时候岂容他不愿？难道要看着魏家军向着三皇子吗？妹妹有办法。魏悠然可是非他不嫁的，只要制造点机会，相信他会愿意抓住。传出实旨，魏家不会舍得女儿去死，即便再不愿他为妾，也会同意。至于伯兄已经有了正妻，抬个妾而已，还能助你，他没理由不应。对呀，他可以收房啊。李琛暗道自己傻，永嘉说的对，若是谢云峥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还指望他干什么？沈淑荣见他想明白，嘴角带了不易察觉的笑。出宫时带了1箱珠宝，谢云照正在宫门外等他，扶着人上了马车。娘子想魏家向着太子吗？相公，魏悠然过得好，魏家可能会是谢云峥和太子手中的刀，但他若是过得不好，或者是死了呢？谢云照猛然看向他的蓉蓉高啊。既如此，太子此次行动，我们要留下证据，可得让魏老将军知道谁是害他女儿做妾的人，别冤枉了大哥。相公总是为兄弟着想，应该的。2人刚回府，福顺匆匆忙忙赶过来，奴给郡主二爷请安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有人造谣财库的钱庄快没银子了，说所有的钱都被郡主拿去治理林怀，又大量的开展生意，让存钱的人抓紧取出来，再不取就来不及了。别让我查出来是谁传的。自蓉蓉有孕，
财库基本都是他在管，如今传出这些，让他如何同蓉蓉交代？这事不怪你，我也不怪你，先要想想办法，如何不让这些人都来取银子。谢云照气得不轻，他怀疑谢云峥，但又不信他会这般坑蓉蓉，毕竟财库现在是蓉蓉的。福顺，先召集所有掌柜来郡主府议事。是郡主。杨倩如今也是财库理事，听到消息赶了过来。管理钱庄的大掌柜见到沈淑荣，直接跪下了。郡主，钱庄的银钱从成立以来就会用于其他生意，但现在账面上的银钱，客人正常存取是能维持的。本郡主知道，大掌柜快起来！现在不是账面上有，百姓就会信，是有人要破坏钱庄名声，目的是让百姓害怕，把存在钱庄的银子全部取走。我们账面再足，也不足所有人来取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的生意都停不得，一旦停下，损失会更大。还没想出办法，福顺又急匆匆进来禀报：郡主，现在几个钱庄外已经挤满了人，都往门内挤，怕晚了拿不回银子了。郡主，不能让他们取呀！奴现在就去跟他们讲道理，现在取走，他们会损失很多利的。利比几本，大掌柜哪个多？郡主，我可以代表我外祖家担保，若财库钱庄取不出银子，我杨倩来付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。沈淑荣看着他，欣慰的笑了，没看错人，目光没多停留，看向福顺。所有钱庄都暂时关闭，请官兵围住，就说本郡主会亲自解决，绝不会欠他们一分。是郡主。谢云照自责极了，竟然让蓉蓉这般困扰。若真是谢云峥搞的鬼，就是冲着他来的。他看向青音，你亲自带人看着，务必不能出乱子。是阿爷。郡主，关店也不是长久之策呀，急是不可行的，现在静下心想办法。杨倩说的是一条路，不止你、汪家、王老板，所有合作方都可以来给我们做担保，还有鲁国公府、长公主府也都可以给我们担保，这样能缓解他们的慌乱。郡主，各大东家那边奴等去交涉。去吧，说是这次不愿意帮忙的，以后的合作就可以考虑取消了，不能共苦也没必要同甘。是郡主，奴等明白。杨倩也急着回去和娘对账，看看手里有多少现银。鲁国公府交给我，我回去一趟，若是再不够，我就把都变卖了。辛苦相公了，不过我们尽量签自家银子。相公说呢？好，我爹要是敢见死不救，我就不认他了。诸位先生，这次的事你们怎么看？最年长的于先生拱手回道：郡主以某等之见，这次若能安然度过，未必是坏事，可避锋芒。财库人人惦记，惦记的就是生钱的能力。如今都知道财库没银子，还欠了这么多担保人的债，谁还愿意惦记？财库经营的再好，盈利再多，也要先把欠的债还上吧。先生们说的在理，既如此，财库的债务还需要各位多费心，早日还清。谢云照回去就拉着娘去书房找爹，直接就给跪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爹娘，救救儿子和郡主吧！国公夫人要被他吓死了，拉着人起来。你快说何事啊？肚子里孩子的事。不是的，娘，孩子好好的，但就快不好了。鲁国公夫妇听到财库危机，郡主就要失去财库，而他就会失去官职，他们夫妻一伤心就会失去孩子。我们能帮什么？只有更多的担保书，再借到更多银子，我们才有可能挺过这次危机。爹娘，你们救救儿子吧！儿子好不容易成了家，有了家后还有了官职，儿子还想给爹长脸，给国公府争光呢。若自己家人都不帮我，我和郡主就要带着孩子去死了。哎呦，呸，别乱说！夫君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到底欠多少银子？既要担保又要借银子，一旦财库崩了，国公府岂不是也完了？正常是可以周转的，现在是有人造谣，存户心不稳，只要更多担保，稳住大部分大额存户，就能很快度过这次危机了。爹，儿子不可能见财库保不住，还来坑自己家呀！鲁国公深思后，府里有30万两现银，你们钱庄里存着50万两，我们不取，爹司库里还有5万两，我再给你做个担保。国公夫人见夫君都大方借了，便没了顾虑。娘的司库还有10万两，你们先拿去用。大哥大嫂那儿，鲁国公夫妇心想，你惦记的还挺多。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各商家同财库合作不久，都有所付出，哪能看着财库垮？下午各钱庄门外就贴了很多担保书，长公主府、郡王府、鲁国公府、定远侯府、裴府、汪家所有产业、王家布行、大周所有迎客来酒楼等等，都能为钱庄担保。杨倩更是当着大家的面存入钱庄200万白银，造谣总算被打破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库房里，谢云照看着从鲁国公府寄来的50万两，不想还怎么办？这里还有谢云峥的5万两，更不想还。沈淑
淑荣见他皱眉，怎么了，相公？这次的事儿虽没查出来是谢云峥，但同他一定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，说到这儿，谢云照停住。蓉蓉不会觉得他欠债不还吧？银子，我们欠那么多债，哪来的银子？是啊，多谢爹娘大哥大嫂帮我们度过这一关，我们会尽快还上的。金枝就坐在西厢房窗边，巴巴地盼着世子爷厌弃新人回来找自己。姐姐别这样，奴婢舍不得你难过。我有什么资格难过？不是的，姐姐，世子只是例行公事，他对你比夫人都好。别看夫人怀有身孕的，但最能与世子交心的，唯有姐姐一人。你真这样认为吗？当然，姐姐，我也是比不得你，谁都比不得你，他们都不配跟姐姐抢。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怀疑世子的心。世子心里之人是郡主，只要他多和郡主来往，不怕世子不来。郡主送来的料子，给我裁几身下衣吧。是，姐姐很好，金枝姐姐可不能丧失斗志。郡主府，沈淑荣听着银枝口中的消息，世子只有魏悠然进府那夜宿在他院中。谢云峥啊，谢云峥，吏部尚书魏家军，你倒是一个都不在意，看来处境还不够难。4月的风轻柔地吹过大街小巷，混合着淡淡的花香。这个月末便是鲁国公的寿辰，国公夫人却为此犯愁，儿子借走的银子至今仍未归还，这宴该怎么摆？和儿子要，他又张不开这个口，也不能不问，办得太寒酸了吧，恐遭人笑话，有失鲁国公府的颜面。实在没法子，派管家去探探口风，带点郡主爱吃的再去。管家领命而去。谢云照正陪沈淑荣在水榭处听琴，见国公府管家来，不太高兴地走去池塘边喂鱼。何事？二爷，月底是国公爷的生辰。知道了，我和郡主会准时过去。一把鱼食扔进池子，老管家还没走。怎么还站着？管家挠挠头，夫人不来，他也不好意思讨债呀。他旁敲侧击，也许二爷能懂。二爷，国公爷寿辰，需要摆宴。废话，不摆宴我们去喝西北风啊。这，我看你是真老了。哎呀，二爷，府里这2个月的产业的收成都不太好。这样二爷应该能听懂了吧？不行啊，我没时间再管家中产业了，财库就够我忙的了。好不容易抽出空来陪陪郡主，你还来打扰。二爷，摆宴的银子，您看这件事你不该来问我，我如今都是吃郡主喝郡主的，你该去问世子夫人。她嫁过来第1年，爹的寿宴就办不好，还有她这个当家主母有何用？管家足，管家灰溜溜回去，只带回来2000两银子，还是因为他和二爷说给郡主送来了血宴。国公夫人看着2000两，欲哭无泪，对剩下的欠银有着深深的担忧。算了，夫君也不是整寿，少请些人吧。昭辉院书房，谢云峥看着画上的人，脑海里勾勒着和他相处的画面。金枝进来，谢云峥卷起画，妾见过世子爷。他已经猜到画上是谁，但一直没有拆穿过。和他共守一个秘密，也许他能更亲近自己。世子爷，妾很想念郡主。自从他们搬去郡主府，郡主就很少回来，一晃妾已经近2个月没见到了。谢云峥眸光微闪，他何尝不是？妾可不可以求世子爷画一幅郡主的画像？妾会藏好，只在想郡主的时候看。妾自小陪在郡主身边，从未分开这么久过。说着垂头欲泣。谢云峥盯了他几眼，见他眉眼间尽显真诚，似有所感，拿来刚被卷起的画轴放在金枝手中。多谢世子，原来世子早就为妾准备了。谢云峥拉他起来，坐在自己怀里，真是可悲。他们如今唯一的关联竟是金枝。画中人此刻正吃着瓜果，陪亲嫂嫂聊天呢。乔月也有了身孕，刚查出来的，比沈淑荣要晚2个月。2个小孕妇本就是好友，如今又成了姑嫂，整日聚在一起。武善和妹婿喝了点酒，听到有太医来给妹妹把脉，便说也替妻子看看。胡太医又来了，乔月的脉象很好，到郡主时，永嘉郡主脉象，再看看。沈淑荣见他皱着眉，也是微微蹙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怎样，胡太医？郡主像是双胎。什么双胎？真的吗？
郡主基本确定是双胎，双胎辛苦，郡主平日要多加注意休养。沈淑荣惊喜不已，太好了，若是双胎就不可能是谢之南。瞧了一眼银枝，银枝领会去送，还给胡太医厚厚的红封。双胎好，一次就能生2个，比一个一个的生，省时又省心。沈淑荣笑着笑着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沈琦夫妇偷偷的回了家，给妹妹妹夫留足空间。谢云照把人抱过来，娘子怎么哭了？我和相公有2个孩子了，真好。是啊，真好。他有了蓉蓉，有了自己的家，也即将迎来2个孩子，怎么这么幸福呢？两人就老老实实的抱着彼此，互相汲取心安，感受一家4口的温暖。刚进6月，李婉儿就发动了。沈淑荣和谢云照回了临风居等着，听到巧玉来报魏姨娘来了，沈淑荣愣神片刻，她来做什么？请人进来吧。见魏悠然一头妇人发髻进来行礼，沈淑荣突然可怜他，表示都只是妾。妾见过郡主，请郡主安。魏姨娘坐吧。魏悠然缓缓坐下，郡主身子可好？挺好的，能吃能喝。没想到郡主竟与2公子有了2个孩子，妾却阴差阳错进了世子后院，世子夫人也即将诞下世子嫡出。真是造化弄人，妾着实为郡主可惜。为他可惜是来炫耀，还是来拉他和李婉儿的仇恨？当个妾还这么骄傲，谢云峥到底给他灌了多少迷魂汤啊？大哥对魏姨娘可好？魏悠然神色一僵，魏姨娘这个词儿他至今都听不惯。还好，我觉得也是，娶妻娶贤，纳妾看颜，男子大多喜爱妾室，想必魏姨娘肚子里也有了宝宝，要不要叫府医来瞧瞧？魏悠然的脸僵得发白，他还是和从前一样讨厌，他那个婢女也令人讨厌，明明她是千金小姐，却争不过金枝那个贱人。不用了，郡主，妾还不急，想和世子多相处相处。也是，如今世子有了嫡子，庶子什么的的确不齐。魏悠然是被气走的，沈淑荣口中不是妾就是庶子的，一直往他心上扎刀子。她一定是嫉妒我能成为世子的女人。哼！谢云照回来，岁寒就开始告状了。他捏了捏拳头，魏悠然的确该死。没多久，昭辉院一声响亮的啼哭，世子夫人生了，是位小公子。谢云照还要在爹面前扮演兄友弟恭。我先去看看，等娘子去了，露个面就可同我回来。好。谢云照走去昭辉院，没等进去就看到了黎霜，他快走几步迎过来。二表哥好。好什么好？你瞅你那一身，今天是你大表哥喜得贵子之日，你穿一身白做什么？是二表哥说女子打扮的素雅是别样的美感。谢云照蹙眉，他何时说过这种话？就是你们去我家狩猎那次。我劝你换身喜庆的衣裙，否则我娘不会给你好脸色的。而且我那时夸的是蓉蓉穿校服的样子，你瞎误会什么呀？谢云照绕过他走远，黎霜踉跄着险些倒地，他夸的是郡主，难怪他这样打扮多年也没换来他片刻关注。产房内的李婉儿已经累得睡过去，小家伙被产婆洗干净抱去堂屋。哎呀，本国公有孙子了！快让祖母看看，云峥，你也来看看，这是你的嫡长子。谢云峥走过去，瞧了一眼，便坐了回去。不是期待中和永嘉的孩子。谢云照进来也瞧了一眼，真丑，找个椅子便坐下了。小家伙除了光亮，什么都看不清，但却听清了每个人说的话。本国公是祖父，云峥是爹爹的名字，是祖母喊爹爹来看他吗？我怎么变成刚出生的婴儿？不是在御书房批奏折吗？当年二叔夺了皇位，一辈子都没娶妻生子，当政8年，在我18岁生辰时，直接把皇位传给了我，然后饮了毒酒。我明明是大于皇帝，如今这是重生了啊！既然重生了，我就不能再让娘做出不知廉耻之事。就算她是被迫做了前朝皇帝李琛的女人，回府后也不能和二叔苟且吧？这伦理于何地？置父亲于何地？爹这般爱重她，娶了继母，也没忘记娘。这样想着，祖母的声音传来：辛苦婉儿，云峥，你要好好对婉儿，共同把我大孙子养育成才。知道了，娘。婉儿。谢之南听得云里雾里，婉儿是谁？没听过他爹身边有叫婉儿的呀。没等再想，饿得哭了出来。沈淑荣来时已经睡着了，沈淑荣掀开他脸上蒙着的薄巾，吓得缩回了手。
谢之南，怎么了，蓉蓉？沈淑荣很快掩藏惊惧，虽然新生宝宝都长得差不多，但谢之南下颚处小小的那颗红痣，他怎么会忘？没事，就是没想到新生的宝宝这般丑是吧？我也没想到。走，去做。云照胡说什么？新生的宝宝就是这样，几日后就好了。就是丑。谢云峥见谢云照扶着大肚子的沈淑荣，脑中恍惚闪过一幅画面，是他在扶着她，忍着极度思念问：郡主身子可还好？挺好的。沈淑荣不欲与他多说，看向公爹，可是名字也一样。爹，大哥的嫡长子，您想好起什么名字了吗？前世就是公爹给起的名字，因谢家军驻扎南边，便取了之南。啊，对，是要想想名字。鲁国公垂着头思索，沈淑荣就盯着他看，搞得谢云照都感兴趣地看向了爹。那就叫谢之南，正巧我们家。又说了什么？沈淑荣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他很怀疑谢之南也重生了，除了那个梦，还有他的长相，亲娘都换了，他为何长得还和前世一样？多谢爹，就叫谢之南吧。谢云照见蓉蓉脸色发白，起身把人带回去。沈淑荣回到郡主府，已经没了白日的担忧，真是他又如何，重生又如何？这辈子他身上没有了自己的血脉，他对他不用有任何顾忌，逆他者亡。一定要像你们爹爹和娘一起爱爹爹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谢云照听到了，俯身亲吻鼓鼓的肚子。要听爹爹的话，一定要最爱你们娘亲。半个月后，皇帝上朝时昏倒了，消息传到沈淑荣耳朵里，他很镇定。前世就是黄伯伯这次昏倒后传位给了李琛，他起身亲自去了长公主府。等皇帝醒来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想起床都成了难题，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他已经油尽灯枯，不知还能坚持多久。内监来报长公主求见，皇帝宣见他要向姑母要一个心安。长公主眼圈红红的，一看就是哭了很久，坐在龙床边关心她的身体。姑母，皇侄儿怕是要走在您前头了。陛下别担心，太医说了，好好养着，多花些时间，能养好的。姑母，皇侄想禅位给琛儿，求姑母能帮他。陛下不必多说，皇位定是要传给琛儿的，姑母只认正宫，但不是现在，玉玺还是要在陛下手中。对于琛儿，纠正指错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。3日后，三皇子疲惫地出宫回府，还好父皇没事儿，否则太子直接登基了。不行，父皇的身体恐怕不能挺太久了。太医说最多1年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。夜半，一个矫健黑影进入了三皇子府。你来了，我们布局时间太短，恐怕父皇未必能给我太长的时间。正面不行就来阴的，太子如果不在了，他那2个小数字有等于5。你有办法？当然，你以为长公主那日进宫和陛下说了什么，就是在给你拖延时间呢？三皇子合掌，难怪父皇这次病得这般严重，他还以为会直接传位呢。多谢姑祖母。三皇子庆幸谢云照是他的人，更庆幸他娶了永嘉。但他只能短暂拖延，接下来就要和陛下的时间比快了。什么办法？太子惜命，若是有长生不老之术，你以为？三皇子沉思，随即眼眸越来越亮。这次父皇的病把太子吓坏了，每日都要吃药膳进补，但不能自己人去安排，以防事情败露。哎呦，别卖关子了，你是不是想好了人选？太子信任谢云峥，谢云峥小姨子李梅儿的夫婿是去年的进士，最是渴望好前程。妙啊，他自己人坑他，与别人无关。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呀？坏的可以啊啊！我就当你是夸我了。谢云照回来，沈淑荣正看书等他，他走过去拿下书，扶着人躺去床上。不用等我，你要多休息。你不在我睡不踏实。2个小家伙都是活泼好动型的，动不动就踢他，会不会像我一样淘气啊？他最近很担忧，孩子若是像他，是不是很累人？不会，会是你淘气的2倍。更可怕了，你黄伯伯还能坚持多久？沈淑荣沉默了片刻，不到1年，可他不能说。不管多久，总能熬过我生产。蓉蓉这段时间什么都做不了，缓一缓才好。
相公，每件事都离不开你，没有你，我孤木难支。都是你为他们着想，而我只在乎你开不开心。只要你能开心，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相公，你真好，有你我才好。某处的变化已经很久，蓉蓉，我好想你。我不是在你怀里吗？想你好久都没。耳边处传来的酥麻让沈淑荣脸颊绯红。孩子还在呢，乱说什么？肚子里的小娃娃能听懂什么？忍着。他也想，可还要好久，生产后还有2个月呢。男人委屈巴巴的，真馋呐。9月，魏悠然有了身孕。沈淑荣看着银枝感叹，说着金枝的身子没回，想必会比魏悠然先有身孕。是啊，魏姨娘有了宝宝，怕是世子会常去碧落院，金枝就可怜了。不过郡主放心，奴婢会告诉子珊，多安慰她的。浅浅的笑容挂在沈淑荣嘴边，瞧着又大了1圈的肚子，她不会像祖母养自己般娇养孩子，只有成为强者才会立于不败之地。她要她的孩子都像爹爹那般内心强大无惧，就算经历背叛与欺骗，也能从容应对，而不是悲伤痛心。同月底，沈淑荣发动了，因是双胎，早了半个月。谢云照正看着账本，婢女来报，飞一般跑去产房，紧紧地握住沈淑荣的手。不是没到日子吗？沈淑荣疼得直冒汗，仔细瞧她眼圈里也都是泪。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没事的，二爷，很多双胎都提前，放心吧，郡主和孩子都会健康的。谢云照是被郡王妃赶出去的，你在这儿，他怎么生？很快，长公主夫妇、鲁国公夫妇都来了，焦急地等在院外。谢云照急呀，就这件事儿他不能替，为何他不是女人？若有下辈子，蓉蓉做男人，他来生孩子，给他生一堆。李婉儿没来，谢云峥被他留下，劝他等孩子生了再去看。怀里抱着的谢之南比谢云照还紧张，他娘千万不要生男孩，他和他爹不一定能称帝，但二叔一定能。若两房只有他一个男孩，这地位依然是他的。谢云照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看得国公夫人头晕。等他耐心耗尽，终于一声啼哭，打破所有人的心慌。生了，恭喜各位主子，是位小公子。谢云照的眼泪哗的就流了出来。蓉蓉给他生了个孩子，他们有儿子了。隔了约1刻钟，另一声啼哭响起，比哥哥哭的还要响亮。婢女又先是出来报喜，恭喜各位主子是大小姐，母女平安。女娃好，一定会享永家。赏，今天都重重有赏。鲁国公夫妇高兴的直拍手，但不敢喊重赏，穷的见底了。很快2个孩子都被抱了出来，供大家短暂观赏，再抱去喂奶。谢云照的心思不在娃娃们身上，扒着门框想进去看蓉蓉，看她的最爱。里边处理好，谢云照终于被放进去。相公，陪我睡会儿。好，蓉蓉安心睡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沈淑荣累得不想多说，搂着他的手臂睡着了。外头的沈老太傅拉着人走去一边。永家一口气生2个孩子，让谢家分咱们一个，不过分吧？2个孩子吃饱喝足睡着了，沈淑荣还睡着。谢云照只陪他，长辈们在前院商量给宝宝起名字，在沈老太傅面前不敢卖弄学问。鲁国公只提出男孩中间取之字，女孩随意。沈老太傅听到随意，眉峰微挑，那他就不客气了。沈之熙怎么样啊？不愧是太傅，真是博学。知悉姓沈。没错，不过我说的是女娃的名字。太傅怎能姓沈？真当云照入赘了。国公夫人，姓什么都是你们孙女儿，看孩子们的意愿吧。永家生了2个，咱们不必抢。抢什么抢？谁和你们抢？明明是你们来抢我们谢家的孩子，添孩子的。不行，国公夫人越想越不靠谱。谢云照他什么都听郡主的，国公夫人坐不住，去院子里晒太阳，找婢女去请二爷来。谢云照来时看着一脸怨气的娘不解，当祖母了不高兴？怎么了娘？不告诉你，你敢同意我孙女姓沈，这辈子都别回国公府，别让我这个娘。什么姓沈？就是你祖父祖母想让我谢家小姐姓沈，凭什么？那男娃呢？男娃他们说可以姓谢，这算什么？不是抢孩子吗？知道了，娘，我进去和祖父祖母说。国公夫人松了一口气，还好儿子这次没傻。和儿子争什么？他故意不让我靠近你，你看不出来？看出来也不能任由孩子哭吧，哭坏了怎么办？可你看到了，他干打雷不下雨。哼，
若是明天他再哭，老子也哭，比他哭的还响。你可真是有出息。娘子，夫君伺候你安息。如今的蓉蓉身形已经恢复如初，可她却觉得和出场时不同，多了一种说不清的韵味。但无论哪种，都能让她沉迷无法自拔。郡主府，小两口正抱着孩子玩，得知谢之南被公爹称为神童，沈淑荣心里冷笑。谢之南这是想从小就给自己添筹码。狗屁神童啊，不过是大人天天念叨，孩子自然就记住了。如今他也有孩子，怎会愿意听别的孩子好？蓉蓉给他生的孩子才是最好的。沈淑荣想到前世，若问谢之南最怕谁，估计只有他二叔了。相公，阿南是神童，爹娘是不是以后只喜欢他，不喜欢阿义和西西了？哎呦，不会的，都是他们孙子孙女。他这般早会，以后名声传出去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喜欢阿南？我们的孩子也是鲁国公府的，和他一比，却低到了尘埃里。谢云照的心顿时一寒，他在谢云峥身上吃过的亏，绝不会让阿义也吃。娘子放心，我回去看看他到底是何方妖孽。咬牙切齿的声音令沈淑荣安心。谢云照去时，谢之南正在鲁国公书房听祖父为他读《论语》，爹也在，一直在观察他。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爹，大哥，我来看看何方神圣投胎在我们鲁国公府了。谢之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怎就忘了这茬？二叔也重生了，比他还早。若被他知道自己也是重生，他怎会容得下自己？哎呀，咱家要出个小神童了，会背三字经，刚刚的《论语》，想来他也能背了。谢云照走上前，把坐得紧绷绷的谢之南一把抱起。是吗？嘿，给二叔辈来听听，天降神童到咱家，看来鲁国公府定能永世兴盛啊！他两只小拳头紧紧攥着，不断发抖。不菲背，他现在要藏拙，要不如谢之意，否则活不过明天。阿南，给二叔背一遍听听。不会背，那就好。把孩子放下，谢之南感受到杀意退去，松了一口气。爹，我还以为真是神童呢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仆人给他读的次数太多了。这么小就学这么多，小心过会一妖啊！呸呸呸，说的什么话呀？鲁国公虽斥责儿子，但也知道过会一妖一定是李婉儿故意安排人天天读给阿南听。1岁的娃娃怎么可能会背？心里对李婉儿的厌烦又多了2分。南娘，不可以再给阿南读书了，等启蒙时间即可。是子爷。谢之南是真的怕了，再背下去，怕是二叔直接让他早夭。谢云照回府后说了谢之南的事儿，不过是听了太多次就会了，让沈淑荣放心，不会传出什么神童。沈淑荣搂着他，频频送奖励。相公真好。谢云照被亲又被夸，笑得傻兮兮的。我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受委屈的。昭辉院，李婉儿让儿子背三字经，明明早上还会背的。谢之南瞪他一眼，紧紧闭嘴，不背。他这么小，再背小命都没了。快背啊！你明明会背的，只有你会背，你爹才能看得见你。快背！奶娘和秀禾看到夫人生气，纷纷担忧大少爷。你在做什么？放开阿南！李婉儿手一松，奶娘赶紧把孩子抱走。他这么小，背什么书？有你这样做娘的吗？如此逼孩子？没有我这样做娘的，有你这样做爹的吗？你想要谁给阿南做娘？郡主吗？谁做你儿子你会喜欢？他生的孩子是吗？胡说什么？我看你是失心疯了。我失心疯？你看谢之意的眼神都比看阿南温柔，到底谁才是你儿子？一派胡言！我胡言？你敢说？你看郡主的眼神纯粹，你看到他时眼里还能看见旁人。谢云昭，你知不知道她是你弟媳，你亲弟的妻子？你们两个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李婉儿歇斯底里，吓坏了秀禾。夫人别再说了，挑明又有什么意义？只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差。谢云峥拳头都硬了，一双凤眸危险地眯着。怎么说到你的伤心事了？我得不到，你也得不到，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二弟对郡主贴心又听从，他们如今有了一儿一女，一家4口幸福得很，你看着也很心痛吧？李婉儿找死！谢云峥忍无可忍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秀禾吓得冲过来，世子爷，夫人是您妻子，还为您生了大少爷，您消消气。直到李婉儿被他掐得直翻白眼儿，谢云峥猛地一松手，李婉儿向后退去，狂咳。而你
只能守着她曾经的低贱婢女，回味你们记忆中的身影。夫人，你快别说了。你的确不如她，甚至不如她曾经用过的低贱婢女。话落，他转身走出去。他想，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他们之间从始至终就是个错误。谢云峥，你好狠！第二日，谢之南常用的东西都被搬去了正院。国公夫人不解，这是干什么？等儿子带孙子来，他才知以后大孙子要由他教养。娘，李婉儿被他祖母养得实在小气。阿南是国公府长子，将来的担子最重，性子不能被他养差了。李婉儿得知，跑去正院抱儿子，不同意他这么小离开自己。谢之南很讨厌他，小手一直推他，不让他抱，只牵着祖母的手。祖母两世对他都很好，他很爱祖母。儿子明显的拒绝，令李婉儿满心伤痛。只要儿子愿意跟他回去，他宁愿请爹来撑腰。可是二婶真好，我也想要二婶那样的娘亲。果不其然，谢云峥的目光转了回来，微眯着眼看着他。你说什么？儿子喜欢二婶，想要她做娘亲可以吗？爹。谢云峥心头微动。为什么？儿子也不知道，就是喜欢她，想靠近她，但他只看弟弟妹妹，不看我。谢云峥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句子。你不喜欢你娘吗？爹，我不喜欢李婉儿，我喜欢二婶，我想让她做我娘亲。这话清楚的谢云峥不可能听不懂，他的心神微荡。难怪阿南从不看李婉儿，却爱去郡主府。爹，若是回来时没有二叔，只有二婶多好，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看着我，做我的娘亲。是啊，多好！没有谢云照，他就可以属于自己。看来搁置了很久的刺杀可以重新启动了。没想到儿子竟然和他有同样的愿望。会的。他虽没有允诺，但谢之南知道他赌对了，怪他蠢。现在才想起来利用爹对娘的深情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二叔出京才好杀，趁爹现在还有这个实力，挡路的二叔一死，前阵子因为害怕二叔放弃的皇位又会回到自己手中。看来他真的是真命天子。夜里睡在客栈，沈淑荣站在窗前，脑子里都是杂事。蓉蓉放心，我一定把他们都打回老家，让他们不敢再出海。相公，我不会让你这样辛苦。谢云照不懂他什么意思，但听到他心疼自己，心里就像喝了蜜一般。都听蓉蓉的。随即又吻上他的粉唇，他很顺利地吻到锁骨，骨子里的欲望叫嚣着征服他，征服他的人，征服他的心。拖着臀部把人抱去里间，没有儿子捣乱的时刻他很珍惜，扣住他的手，动作不停。蓉蓉，说你爱我。我爱你。待云雨停歇，谢云照依旧缠着他说爱他。蓉蓉，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沈淑荣怔住，要如何说？谢云照第一次敢问出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怕蓉蓉反问，一旦蓉蓉问了，他不想骗他，所以他很想知道蓉蓉是何时喜欢自己的，又是因何喜欢上的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谢云峥好？两人离得极近，他也不急，在他思考之时，不忘啄他的软唇。沈淑荣本就不知该怎么说，又被他吻得意乱情迷。沈淑荣忽然想到什么，害羞地用手指点他的胸。我第一次碰到这儿时就喜欢你了。谢云照不可置信地低头盯着自己的胸肌，他是因为身体才喜欢自己？没等他惊讶完，害怕的问话到底反弹回来。相公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谢云照的目光有一瞬躲闪，夹杂着羞愧，片刻后学着沈淑荣的样子，也是第一次碰这儿的时候啊，原来你是登徒子。沈淑荣闭着眼去抓他，手感真好啊，手感更好。最终得出结论，两人是见色起意。两人睡得晚，起得也晚。谢云照出门时看到了守在门外的梁小芝，他的心头一跳，一股不好的预感袭来。我和你们一样，刚进来，现在正要走。别骗人，别偷巧娘！谢之意才不信，他在这儿等了许久。谢云照赶紧捂住傻儿子的嘴，这是客栈，被别人听去笑死。从这日起，谢之意看着娘看得更紧，让娘可以放心的样子。沈淑荣不得不笑着领儿子情，有时都怀疑是不是让人读了太多负心汉的故事所致。谢云照赶紧哄媳妇儿去休息，眼神示意奶娘把娃抱走。娘子消消气啊，
孩子们还小，长大就知道不能随便带人回家，不随意评价别人了。有你这个爹在，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别人好看？他就是欠揍，知道什么没成？什么意思？蓉蓉是说我最好看？明明听清了，却还是故意问道：娘子觉得我最好看？不是我觉得，这是事实。西西性子霸道，不能惯着他这样抢人。谢云罩住他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花香，得意的不得了。娘子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人，我最爱娘子。哦，我好看你才最爱我，不好看你就爱别人？怎么可能？无论你长什么样，我都最爱你。说我没嫁给你，你会娶谁？会爱谁？我早就跟爹娘说过了，这辈子不会娶妻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沈淑荣心疼地抱住他，原来他早就放弃了成家，竟也真的做到了。心疼过后，满心都是幸福，被他这般深爱的幸福。谢云照走之前夜里，相公，成不成不重要，你的安危最重要。家里有你们等我，我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沈淑荣还要再叮嘱两句，男人的头已经低了下来，稳住了他，显然是不想浪费时间，今夜要做够很久了。直到鸡鸣才停歇。入夜，嘉县郡主府，沈淑荣搂着一双儿女哄睡，脑子里都是自家夫君，两个孩子却睡不着。本以为很快就能看到爹爹，结果又被娘带回来。爹不回来，娘的脸阿姨亲。爹爹回来还气不气他？不气爹爹，亲爹爹，陪爹爹玩，就知道玩。好了，快睡吧，也许爹爹哪天就回来了，我们明天就准备礼物，等他回来亲手送给他。送爹爹小铃铛，送爹爹长长的剑。好，爹爹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感谢你们，早点睡吧。沈淑荣给两个孩子盖好被子，他们俩睡觉没一个老实的。等孩子睡下，沈淑荣叫来银枝，明日让福顺寻两只小猫来。是郡主，有了小猫还能分分两位小主子想姑爷的心思。是啊，我是经不住他们俩想爹的眼神了，期盼的很。姑爷会玩，又总是亲自陪小主子们，想念难免吗？沈淑荣想起什么，捂着嘴笑出声。大多男人当了爹就会很在意威严，除了正常管教子女，很少会不顾形象的陪孩子疯闹。谢云照不同，他的后脖梗那就是两个孩子的座位，他的后背同时能驮着两个孩子在垫子上爬。一想到这些，更想他了。派去的人应该见到他了，根据路程应该已经见到姑爷了。郡主放心，2天就会有消息传回来的。你也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几个东家要见。是，郡主。娘，婆母不用担心，云照没事的，他一定已经被人救下，在养伤呢，可能过不了多久他就回来了。郡王妃抱住女儿，永嘉说得对，我女婿一定平安无事。国公夫人也是边哭边说，云照会平安回来。李婉儿牵着谢之南，静静地看着他们互相欺骗。谢之南绷着小脸，心里要高兴死了。沈淑荣情绪好些，松开娘的怀抱，看到了讨人厌的一张脸。大嫂怎么把阿南带来了？他这么小，舟车劳顿太辛苦，生病了怎么办？阿南说担心二叔，一定要跟来。是吗？没想到阿南还挺惦记他二叔。阿南想二叔二婶。谢之南开始讨好沈淑荣，他要让沈淑荣喜欢自己，只喜欢自己。我们也想你，两个孩子还不知道，不要和他们说。大家都赞同。当然，他们还不懂。沈淑荣让人安排他们住下，人多事儿也就多了起来。沈淑荣不再经常哭，每日都像无事发生一般。谢之南这2日常跟着祖母去找弟弟妹妹，他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，告诉他们，你们的爹已经死了，你们的娘将来就是我娘。今天终于被他寻到机会，有人送来2套小孩玩的弹弓，谢之意和沈之熙玩的不亦乐乎。谢之南仗着自己是小孩，就开始讨要。不敢，讨弟弟！谢之南气得伸手抢沈之熙手里的，沈之熙死死的抱着不撒手。谢之意跑过来推谢之南，国公夫人赶紧过来，还没到身边，谢之南故意被推倒。快点给我！不给我就让我爹打死你们！我爹最厉害，我让我爹打死你！祖母来扶，谢之南躲开。二叔都死了，你们没有爹了，我有爹，等着我爹来收拾你们！阿南住口！不可能，我爹最厉害！谢之南手指着奶娘和仆人，无限去问他们都知道二叔死了。二叔若是活着，为什么不回来？假的，西西，阿南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
谢之意用力一脚踢在谢之南腿上，拉住沈之熙的手向门外走去。妹妹走，去问娘，让娘罚他。刚走2步，国公夫人又拦住。祖母在这儿，不必找娘，祖母罚哥哥，好不好？阿南，快给弟弟妹妹道歉。我没说错，祖母说过，小孩子不可以说谎。谢之意再不顾祖母阻拦，推开他的手，拉着妹妹去找娘。国公夫人没法再拦，气得又瞪了谢之南2眼，让奶娘看着孩子，他追那龙凤胎去了。沈淑荣正处理事情，一双儿女面容严肃地寻过来，她微微蹙眉，知道自己在忙，怎会来扰？起身走去蹲下。怎么突然来找娘？沈之熙忍了一路的委屈，看到娘时化作眼泪扑簌簌落下。娘，阿南弟弟说爹死了，不回来。沈淑荣心里一阵咯噔，看向儿子的目光带着询问。谢之意眼圈里闪着泪光，紧紧抿着唇，硬是没落下。沈淑荣垂头，机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忍下所有的情绪，再抬头时仍是温柔的娘亲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最清楚爹爹多厉害，他的剑又长又锋利，谁能欺负他？爹最厉害，还有大长剑。娘，那爹爹什么时候回来？谢之意还在忍着泪，他要爹爹回来，要听娘说爹能回来。儿子比女儿冷静。你们爹爹为了你们的安全，在外面打坏人，等把坏人打光了，自然就会回来。等他回来，可以带我们出去玩，没了坏人，就没人会欺负我们，对不对？谢之意微微点头，但唇还抿着。阿南弟弟坏，娘罚他。对，狠狠罚他。沈淑荣站起身，让人抱着孩子去玩，走了出去。国公夫人正在门外尴尬地等着，见二儿媳出来，永嘉，阿南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阿姨和西西也不懂死是什么意思，哄一哄就忘了。娘，孩子从小看到大，这么小就心思不正，长大还得了？可他还不到2岁半，记不住这些，就是抢东西生气了才口无遮拦。娘不用说了，正因为他小，发现问题，我们才要教育。小玉，去找世子夫人来，让她把阿南抱来。国公夫人不再言语，她知道沈淑荣不信谢云照已经不在，她也希望如此，可都这么久了，她也很想儿子，偷偷抹起眼泪来。李婉儿牵着谢之南进来，不知发生何事。娘，郡主让我带阿南过来，什么事？没法子，祖母也护不住你。哼，真当自己重生成小孩的事没人知道。大嫂，咱们虽是一家人，但本郡主下的令，说有人不遵，依然要按规矩惩治。谢之南心里咯噔一下，随即又恢复如常。他是小孩，娘不会罚他的。郡主这话什么意思？谁不遵郡主的命令了？正是谢之南，他故意在阿义和西西面前说云照死了。你真说了？谢之南不动，不说话，倔强。李婉儿又抬头看他的奶娘，奶娘抿着唇，点点头。郡主，阿南还小，我知道娘和大嫂心疼孩子，我是他二婶，我也心疼，但他不是普通小孩，是鲁国公府的未来。我知道他小，但大家族都是从小教育继承人，因势利导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孩子太小，李婉儿怎能舍得？拿蒲团来。小小的身板挺着背跪下。阿南，一，你违抗皇家郡主命令，透露娘二叔的事给弟弟妹妹，视为不忠。二，你言语间并不希望娘二叔活着回来，给弟弟妹妹撑腰，期盼长辈去死，视为不孝。郡主怎么会这般严重？李婉儿当即要反驳，沈淑荣挥手，岁寒伸手挡住他。三，你身为兄长，为了小小玩意儿，不顾惹哭弟弟妹妹，视为不悌，如此不忠不孝不悌，当罚。沈淑荣最后一字落下，屋子里落针可闻。谢之南的头已经低下去了，委屈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。他娘怎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以前对自己都是温柔体贴的，如今却往他身上安了这么大的罪名。李婉儿急切地看向婆母求助，这么大的帽子扣下来，被外人知道，阿南就废了。可国公夫人忽然觉得二儿媳说的在理，是该让阿南懂事些了。你可认？二婶，阿南不懂，不是故意的。捏在你年纪小，就是初犯，罚你在这儿跪半个时辰。今日之事，我们不会透露出去，说敢有下次，就别怪二婶了。李婉儿心疼的直流眼泪，但涉及教养，婆母都认可，她没法再求情。谢之南抽抽搭搭的跪了半个时辰，时不时抬眸看看娘的脸色，
只可惜他再装可怜，也没换来沈淑荣一分心软。海上一个小岛，其中一个高个子白人昂首阔步地走去练武场，这次的收获不小，让老大知道定会高兴。此时练武场有2人正在比武，台下主位坐着一个男子在观看，他脸上附着一张精致狐狸面具。高个子白人走过来，单膝跪地行礼，手里捧着一个盒子，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语言。面具男身边有人翻译，复述这次收获的同时，接过盒子打开。老大，这次抢了很多金银珠宝，还有5颗夜明珠，其中有一个很大很亮的。给我收好。高个子白人很高兴，就知道老大会高兴。就在除夕前夜，谢云峥到了。郡主府早就得到消息，府里的主子都等在前厅。谢云峥进来，先是给娘和郡王夫妇行礼，然后就说了抱歉。大家都知道结果，没人说什么，知道他辛苦了。沈淑荣也只是说了要瞒着阿义和西西。谢云峥看向沈淑荣，她瘦了，神色也比出京时憔悴。没关系，等他们回京，他会想办法走到她身边，用心呵护她，滋养她，恢复以往的神采。郡主放心，我不会和孩子说这些的。谢云峥语气试探，询问国公夫人。春节我们都不在，爹想必心情不会好，年后要不要回京呢？他余光看向沈淑荣，实则是在问他。国公夫人思忖片刻，是要回去了。寻了这么久，心里早就明白他不会在了，便点了点头。郡主和阿义、西西也一起回去吧。等有消息，京城知道了也不晚。我们娘仨不回，他回来发现我们不在，会生气的。一屋子人语塞，永嘉还是不愿相信。永嘉何苦呢？总要办丧事的，这样他的魂魄才能回家啊！娘，他答应过我，会平安归来，我相信他，所以我们在这儿等他，丧事也不用办。屋子里都是叹气声。永嘉太执拗，回京的日子定了，过了初6就走。谢云峥不愿沈淑荣继续守着谢云照，要找机会亲自劝劝他。第2日上午，谢云峥抱着谢之南去找阿义和西西玩，本想着碰不到他就多带阿南来几次，没想到刚来就遇到了。孩子们在一起玩，他隔着恰好的距离劝沈淑荣回京。搜寻不会停，但你们3人待在这边，我们都不放心，和我们回京吧。大哥不必再劝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谢云峥神情危急，他上前一步。他不在，还有我可以保护好你们娘仨，你们都不用担心。怎么听语气，大哥像是巴不得他已经死了？谢云峥心里一慌，竟被人听出来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，他可是我的亲兄弟。沈淑荣背过身不看他，厌烦至极。那就别劝了，否则我会认为他的死与你有关。你竟这般想我？大哥带着安南回去吧，有事叫大嫂来找我。谢云峥没法再待下去，走进去抱走谢之南，他不会放弃的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回到自己身边。谢之南出门前盯着沈淑荣的背影看来他娘是铁了心要等二叔了，那就别怪他了。等他有了势力，不妨再如前世，让娘没了身份，只能待在自己身边，只给自己当娘。美丽的海岛之上，到处都是兵士们嘿哈的声音。一个男子跑去面具男身边，在他耳边低语，听不到他说了什么，却只能看见面具男的脸色逐渐变差。这几日没什么公务，但沈淑荣依旧会在书房看账册，他不愿停下来，总会找些事情做。突然书房外传来敲门声，郡主，阿南少爷求见。沈淑荣蹙眉，他来做什么？谢之南被领进来，规规矩矩的行礼。二婶，阿南快要走了，会很想念二婶的。你有心了，二婶还在忙，既然看过了，你先回去玩吧。二婶是在看账吗？阿南也想看。小孩子好奇心重，二婶不会怀疑的，只要让他看上几页，他就知道财库是否如二叔所说欠了很多债。沈淑荣的微笑有些绷不住，他装小崽子装上瘾了。账本不适合小孩子看，阿南还小。岁寒，去把我为西西阿姨准备的图画书拿出来，给阿南看一会儿。我不要。奶娘见郡主没有不高兴，把谢之南抱到小桌前。岁寒取来几本有图有童谣的书，奶娘为他翻书，指着图画给他看。二婶，这个不好看，我想看二婶桌上那本。我看的都是机密，难道你还想被罚吗？谢之南听到罚字，身子一抖，他这么小，娘是真舍得罚他。他抿了抿唇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也知晓是探不到什么消息了。没想到他
他会防一个小孩子。那阿南就不打扰二婶了，阿南告退。沈淑荣让岁寒去送，哼，他从未当他是孩提，别太辛苦了啊！有你祖父祖母，还有爹娘你哥哥在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们都能给你撑腰的。我明白，娘放心，我相信他还活着，所以我会坚强。什么时候想回京，我让你大哥来接你。好。谢之南一直盯着沈淑荣看，娘年轻的时候真美。不知不觉，他走到了沈淑荣面前。分别之时，娘可不可以抱抱他？二婶能抱抱阿南吗？阿南，你如今大了，二婶抱不动，让你娘抱你，我看她抱得很稳。说完，又抬手摸摸他的头。大家没当回事儿，郡主能蹲下去安抚，已经很好了。但谢之南眼圈红了，他知道娘在骗人，他能同时抱起2个拖油瓶，怎会抱不动自己？他只是不想抱自己。李婉儿走过来，阿南别闹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还要赶时间。谢之南忍住想甩开他的冲动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谢云峥见他没有同自己说话的打算，眉头紧皱。他的信他一定看到了，信中他细数了2人从小到大有意义的事，最后也写了他永远都会是他的后盾。虽不直白，但能看出他记得他们的点点滴滴，也能看出他对他的深情。他牵着马站着未动。沈淑荣走过来，谢云峥眉头舒展，他这是要回应自己了。他目光紧紧盯着他，心微微提起，只要他同意，他来想办法。多谢大哥送阿义和西西的礼物，他们很喜欢。此次回京，望你们一路顺风，祝大哥大嫂往后余生幸福和美。话落，银枝扶着沈淑荣越过他走了。谢云峥的心如坠冰窖啊！他想了很多种回应，他不理，或避嫌，或模棱两可，亦或愿意等待，唯独没想到会是祝福。直到身后传来马蹄声，他才堪堪回神。他一定是觉得谢云照还没死，才不惜伤他。等他相信那日，一定会想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只有自己一直爱着他。他抬脚上马，挥鞭而去。他说过，绝不会放弃。他早晚都是自己的。沈淑荣的视线也落在凤凰花灯上，他起身穿上鞋，过去解下花灯挂去床头。那次也是，他见他喜欢，特意挂在床头，就这样照亮做羞羞事的他们。沈淑荣的嘴角勾起幸福的弧度，但眼角却流下2行泪。盯着凤凰花灯许久，白色的里衣袖口会下意识地拭去眼角的泪水。他的魂魄能看到这个花灯吗？沈淑荣闭上眼睛，细细地回味他真爱的男人。他爱他更多，怎会舍得？他不想同别人一样，认为他已经不在。谢云照，只要你现在出现，我就原谅你扔下我们娘仨这么久，否则我就罚你。正肆意地哭着，屋子里一阵风吹过，沈淑荣立刻睁眼。冬日门窗紧闭，怎会有风？他一瞬间身子僵硬，汗毛竖起。床头系着线绳，只要拽到即可引来紫鳞味。他欲伸手过去，又怕打草惊蛇。暗处缓缓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沈淑荣不会动了，是幻觉吗？还是他的魂魄听到自己的召唤，回来看他了？人缓缓走近，面容在靠近床边花灯的照映下逐渐清晰。蓉蓉想怎么罚我？沈淑荣再也不顾，直奔男人跑过去。不管是人是鬼，他都想念他，贪恋他。扑进男人怀里，被他搂紧了，他才知道是真实的，他真的还在。2人搂得很紧，紧得不能再紧。他不说，他不问为何才回来，不问他这段日子都在哪儿，怎么过来的，只珍惜他还在。蓉蓉，我好想你。男人压抑了很久的欲望，随着这声呢喃吻上他的耳垂，沿着他好看的下颌线来到思念已久的唇瓣。他辗转吮吸，他仰头迎合，吻了许久，直到唇舌都有些麻木了，浑身上下都在叫嚣着对彼此的思念。短暂的分开，带着喘息。凤凰灯喜欢吗？你送我的。我想点着它，再和你。孩子们都在，你不在的日子都是他们陪我睡的。那去榻上。抱起他放在榻上，他去床上瞧一双儿女，心里柔软一片。长这么大，撑着身子亲亲2个孩子的脸颊，起身熄灭屋里的灯。榻上2人衣衫尽退，像2条要渴死的鱼，终于得到了水，再不顾其他，任意遨游起来。他们携手并肩，他引导他走上巅峰，他也让
让他享受极致。天亮前，他搂她入怀，不再动作。你还要装一阵子，我还有事没办完。我不要，你办什么事一定要以这种方式。孩子们也很想你，听谢之南说你再也不回来，都吓哭了。谢云章的人一直在盯着我，找机会刺杀，即便杀不死我，也会知道我做了什么。只有这个办法能逃脱他的视线。沈淑荣坐起身，白花花的身子显露于男人眼前。你就不能给我透个消息，害我担心这么久？他把玩着白皙的柔软，也很委屈。我也要能透露啊！陆子谦那个杀千刀的，我设计好故意救他，再卷进去，结果他拉了我一把，就是拉这一下，害得我逃离的时间慢了，受了伤，年前才养好。本想回来偷偷见你，可家里人多，怕你掩饰不好，便想再等等。你就是故意让我担心。你这里小了，现在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吗？而且他还好意思怪他？他不知所踪，他不上火能不受？你还变细了呢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他的骄傲。除了你，没人碰过，怎会变细？那我这里没有你碰，才变小。是怪我，以后会加倍碰回来的。想得美，不给碰。男人拉过他，趴在身上，两股热源紧密地贴在一起。他喜欢，你管不了。那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不怕我掩饰不好了？我听说谢云峥来了，这个臭不要脸的，还敢撬我墙角？怎么？怕我以为你真死了？答应他。我就是有一点点害怕。你担心的没错，要是敢离开我，我就敢答应他。别啊，娘子！天亮了，快起来吧！你爹爹为你们准备了新的鞭子，还有小弓箭，已经让人送来了。娘，爹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还在杀坏人呢。等你们练好功夫，去帮他好不好？好。仆人们又开始心疼郡主，让青竹青鹰寻回来的武器，却和小主子说是二爷送的。财库如今的确盈利，但本郡主依然不敢还钱。一旦还了这些钱，再出现风险，就会功亏一篑。只有财库自身强大到能抵抗所有危机，本郡主才敢还钱，才敢让陛下动。各位大人还记得财库钱庄危机时，险些葬送整个财库吗？郡主的担忧不无道理。各位大人也不必忧心，估计用不上2年，财库便能还清所有欠银，只需再等等，到时定会回馈陛下。他治理大周的雄心壮志，财库都能帮他实现。几位先生明白了，纷纷点头认同，回京复命。老大，有新消息。面具男听着翻译的汇报，瞧了一眼身边从武。他凭什么来掺和一脚？他不是您大哥吗？我们做海盗的，管他是谁？您的意思是，可是他们走了郡主的航线。郡主的航线也不是他的船，我们可是海盗，没理由不劫吧？翻译面露喜色，老大就是牛，谁都敢劫。让人继续打探，看他们哪天出海。是老大。翻译出去，高兴地和伙伴分享这个消息。入夜，沈淑荣哄睡2个孩子，一双手轻轻拍着，心里想着她的男人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。他只回来过2次，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好想他。正想着，屋内传出一声轻响，沈淑荣2只手停住，心中万分惊喜，是他回来了。孩子还没睡时，沈淑荣太惊喜，导致手上的动作幅度乱了，心思全然跑走。他赶紧收心，要先把孩子哄睡，才能好好哄他的男人。男人龇着牙走过来，轻轻坐在他身后，开始上下其手。沈淑荣痒得止不住笑，用手肘对他。孩子醒了怎么办？不要管他们了，快管管我。沈淑荣轻手轻脚起身，还没站稳，就被男人有力的大手抱走。你一直陪他们睡，这张床还有我的地盘。你可以抱他们回去睡。他们大了，一暴动容易醒。男人把他压在榻上。那我这几日就试着和他们分开睡。你的身边只能有我。真霸道。喜不喜欢我霸道？喜欢。他主动吻上她的唇，想念再次一点点被驱赶，更加猛烈的吻回去，惹得沈淑荣喘息不止。女人柔软如水，怕吵醒孩子，隐忍的轻柔嗓音妩媚多娇，令她更难克制。淑荣，我把命给你好不好？我也把命给你，我们的命都掌握在对方手中。你不准，我就会一直在；我不准，你也要一直在。好，我们把命交给对方。他没再动，而是说起抢谢云峥货物的事儿。这次他弄丢了皇帝的货，不死也会去掉半条命。突然听到他说的东珠，什么皇家私库之宝？正是，不必大惊小怪，定是李姗没银子想出来的下策。太好了，这下他的罪名更大了。这和卖国有什么区别？一旦被发现，谢云峥的罪也很大。正好我们正愁没机会弄死他。谢云照听着他咬牙切齿的声音，抬头瞧了一眼。怎么
么这样看我？你好像和我订婚后就很讨厌他，明明你们之前也是自小相识的朋友的。若她嫁给谢云峥，不会这样对自己吧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他哥，是他抢了你世子位，才有机会和我一亲。我们成婚后，他还派人刺杀你，看不得你好。你以为和狗皇帝提议削减水军的人是谁？就是他暗中鼓动的。如今祖母的势力都为他所用，查出这些不难。所以你是为我才这般讨厌他？废话，感动我相公，他死100次都不够。娘子好爱我呀！你知道就好。你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啊？我会尽快的。该说的话说完，要办正事儿了。他吻上她的唇，辗转厮磨，逗弄着她的舌尖，时而轻柔如棉，时而霸道如狼。就着当下的姿势，美妙圆满。早上，银枝、岁寒等人进来侍奉，总觉得屋子里气息不对。什么味道啊？没什么，所以我点了安神香。郡主，奴婢伺候您更衣。臭相公，明明是正经夫妻，搞得像是在偷情一般。沈淑荣这个月的月事儿没来，她隐隐有些担忧，找来可靠的府医诊脉。府医静心把脉，把着把着，脸开始发热，手开始发抖，怎么可能会是喜脉？难道他把错了？又把了一次，完了，他怕是会被郡主杀人灭口了。沈淑荣看出他脸色的变化，是不是有了？府医迅速起身跪地磕头。郡主饶命！没关系，照实说。月份尚浅，无法完全断定，但应该……我知道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就说二爷还活着，是他的孩子。府医震惊抬眸，这是要生下来的意思？那二爷岂不是死了，还要被戴绿帽？发觉自己失礼，又赶紧低头行礼。是，郡主和二爷的孩子很重要，郡主看顾好身体，某会让人给您熬安胎药。多谢，下去吧。府医走后，沈淑荣叫来福顺，可以昭告天下，他的夫君谢云照还活着了。正在海岛上教小凯瑞弓箭的面具男听到这个消息，正是5日后，他惊住了。蓉蓉怎会没问过他就公布他还活着的消息？难道他遇到了危险？急匆匆让人准备船出了海，回嘉县。他卸下面具，大摇大摆走进嘉县，又昂首阔步走进郡主府。他匆匆去见了沈淑荣，见到就来了个熊抱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那为何？他松开他，上下打量。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是偷汉子，要被沉塘了。而他就是没爹的野种。我这么厉害，又播种成功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太厉害了，我好爱你。屋子里还有银枝、岁寒，在谢云照眼里等于没人。两人忍着笑，低头退出去，关好门。你轻点，还没坐稳，要好好养着的。谢云照眼圈含泪，他怀双胞胎的辛苦又浮现眼前，揽人入怀中，紧紧地搂着。孩子在他眼中不是必须的，但却是他们2人共同的血脉。就要辛苦娘子了。你个傻子，他也是我孩子，辛苦什么？阿义和西西可是爱我比你多。应该的，你最重要，我没关系。忘了叫阿姨逆子的时候了。谢云照听到他笑，也想起那个逆子，不许笑，便低头封住他的唇。两人正吻得难舍难分，门外传来小孩子的声音：“我爹回来了。”是真的吗？爹，西西来了。谁呀？为何这么快告诉他们？他们好久没见你了，很想你。可是我还没亲够，等他们不在，认真才行。谢云照握着他的手，低头探索。这种情况去哄孩子，谁让你当爹了，还这么容易冲动？那是冲动吗？是看到你就会有的自然反应。谢云照委屈死了，到底被沈淑荣推着去开了门。看到儿子女儿就老实了。打开门，梁小芝就站在门外，两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，仿佛在确认是不是亲爹。谢云照走的时候，他们还小，估计不剩什么印象了。怎么不知道叫爹？谢云照抱起2个娃，一人亲了一口。这是我们的爹爹吗？我们的爹这么好看的吗？如假包换，他把坏人都打败了，冠冕安全，这才回来陪你们。哇，爹爹好厉害，把坏人都打败了。沈之熙接受得很快，吧唧一口亲在爹爹脸颊。爹还有更厉害的，下午带你们去看。好。
爹会跟我抢娘吗？谢之意还算谨慎，他记得爹总是黏着娘，他想靠近娘都要排队。你娘是我妻子，谁跟你抢了？真的是爹，会抢娘的就是爹。他也给了亲爹一个亲亲。谢云照怀疑自我，没想到亲爹这个身份还要经过孩子鉴定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们有没有保护好娘啊？当然，阿姨都学会射箭了，学得可好了。弟弟也学了，很厉害。爹，娘说过，等你回来了，给你展示。一院子的仆人都哭得稀里哗啦，二爷竟然真的回来了，郡主和小主子又有人疼了，一家四口脸上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个人。谢云照还活着，有人欢喜，有人忧。顾恺之和陆子谦从边海骑马赶回，在看到谢云照那一刻，两人眼中蓄满泪水。大哥，我就知道你这么厉害，一定会回来的。顾恺之冲过来要抱他，他的抱抱只给蓉蓉。哎，不用这样，你别激动啊。希儿，你能活着真好。你也不用这般，换作是别人，我也会救的。陆子谦摇摇头，谢云照的性子他太清楚了，不相干的人，他不在意的人，一根手指头都不会为他动。他单膝跪地行礼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陆子谦永远铭记。谢云照心里偷笑，他还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吧？哎呀，快起来！我们这么多年兄弟，别说这些，我相信若反过来，你也会这般对我。当然，让下人安排小宴，三人把酒言欢。大哥，我家是儿子，快1周岁了，咱们订娃娃亲好不好？比西西小啊，不要。小的好，年轻。年轻也不要。你去一边去，西西还要等我儿子呢。你连个媳妇儿都没有，这次回去我就让我娘给我一亲，很快就能生出儿子。大哥是我的，你别来抢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最看重我。我们家西西招赘，两个孩子倒是最纯粹的年纪，除了吃喝玩乐，就是看着爹不能再走，也看着爹不能抢娘。谢之意，你娘是我媳妇儿，我凭什么不能亲？放下我，娘是我的。沈之熙从身后悄悄走过来，一巴掌拍在谢之意的屁股上。娘是我的。沈之熙，你敢以下犯上，我是你哥。小姐姐。沈淑荣抚了抚小腹，等他出生，鸡飞狗跳，恐怕已经不能形容他们家了。谢云照日日想单独和蓉蓉在一起，却难以如愿，只有夜里能完整的把人搂在怀里，无人打扰。不对，肚子里那个也碍事的很。娘子，再生一个就不生了，好不好？你能控制住啊？我忍忍。行，从现在开始忍吧。娘，国公夫人哭着跑过去抱住他，真抱到儿子才觉得真实，哭到失了声。娘的儿啊，你吓死娘了，怎么才回来啊你？谢云照说着和蓉蓉商量好的瞎话。娘，儿子受伤被救之后失忆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家在哪里，前不久才恢复记忆。受伤了？伤在哪里？伤到头。如今都好了，不用担心。娘，我醒来时以为自己是农家子，恢复记忆才想起自己是鲁国公府二公子，这不，儿子就赶紧回来当富家子了。家里现在穷的叮当响，还要欠很多的债呢，没比那农家好哪儿去。这要不要和儿子说呀？郡主没和他说吗？快去见过你爹吧，他也很想你。谢云照又抱了一下娘，才跑过去，看到爹身边的谢云峥，两人只是互相点了下头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就好。谢云照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他脑子里想起的都是这个儿子的好。从小他极其聪慧，学什么都比别人快，武功极好。陆国公冲着沈家人的方向扭扭头，去见礼，他们都很惦记你。是，爹，儿子这就过去。车队到了近前，沈淑荣带着两个孩子下了马车，陆国公夫妇最先迎过去。祖父、祖母，乖孙儿，快让祖母抱抱。一人抱起一个，亲个不停，真好。儿子、孙儿都回来了，见大家都忙着寒暄，谢云峥的一双凤眸大胆地盯着沈淑荣看，他脸上的笑幸福的刺眼。他真的爱上了谢云照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成婚后还是成婚前？不可能是成婚前，那时他对我才是不一样的。
一行人打算回城，谢云照扶着沈淑荣上马车，谢云峥走了过来。骑马吧，我们好久没一起骑马了。好，谢云峥上马等他。柔柔，我去骑马。去吧。很快，马车都动了起来。谢云照骑着马，最后跟上。谢云峥在他身边，兄弟二人的确很多年没这般骑马同行。其实再怎么说，他们都达不到互相残杀的地步，但不知为何，就是一步步走到如今。谢云峥知道他根本没有失忆，所以更痛恨他抢货的事。咱家现在的情况你应该听说了，若你没动，便不会到这个地步。说我没动，恐怕全家都要因你丧命啊！无人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世上岂有未知之事？今日不知，他日呢？最起码我们家权势依旧，即便以后出事也有机会补救。如今这般，就是你愿意看到的。哼，你错了。事情根本不在于他有没有保住货，而是皇帝就不应该建什么登仙阁。算了，和他说他也不懂。多说无益，还是想办法怎样解决当下之事吧。能怎么解决？家里银子定是不够，你们出又连累郡主，我怎会连累他呀？你放心，就算国公府都葬送了，我也不会让他担忧一分。我看你是疯了。谢云峥也觉得和他说话多余，打马跑走去前边带队。谢云照看他的背影，嗤之以鼻，心道疯了也比你傻了强。昏庸无道的君王，他也巴巴的效忠。看着桌上的饭菜，谢云照陷入了沉默。如今欢迎自己活着回来的饭菜，竟然不如以前一顿寻常日子里的。陆国公夫妇瞧他不动筷子，很是尴尬。我们日子过得这么艰苦，就为了给皇帝盖那什么破登仙阁？嘘，小声点，不能对陛下不敬，让别人听去，你爹国公也不用做了。爹，不是儿子吃不得苦，实在是郡主和阿义西西吃不了啊。本来还想在家里住一阵的，如今看来……陆国公难为情的低头，他还想问问儿子能不能帮帮忙，还没问就被嫌弃了。谢之南故意讨好谢云照，二叔跟爹有仇，跟他没仇。二叔，阿南这碗肉羹给二叔吃吧。谢云照看过去，他一个大男人抢孩子的吃的，算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希望我回不来，希望阿义和西西没有爹。二叔，阿南没有，阿南很想二叔，一直盼着二叔回来。是啊，二弟，这件事是误会，而且郡主已经罚过了。母子俩一同看向沈淑荣，后者却没给他们作证。吃饭吧。谢云照不待见的睨了谢之南一眼，不再多说。用过饭，鲁国公没留谢云照，毕竟如今的鲁国公府远远没有永嘉郡主府光鲜。谢云照再次看看桌上没动几口的剩菜，真想把爹娘接去郡主府住啊！凭什么让爹娘陪着谢云峥受罪？不过还要做做样子，鲁国公府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好，他们的动作估计也快见成效。都别吵了，朕这登仙阁是必须要建，人也是一定要保的。没了登仙阁，他怎么成仙？没了道长，谁指点他成仙？朕修建登仙阁用的是鲁国公府的银子，怎么就劳民伤财了？鲁国公和谢云峥险些一口老血吐在当场。陛下，这笔银子是鲁国公府赔偿您的货款，若这笔银子用在旁处，对我大周才是注意呀。是啊，陛下，如今南边水患刚刚缓解，北边的骚扰依旧不断，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呀。户部没有了银子，若是建造登仙阁的银子来建设大周，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李琛都被气笑了，拿他的银子去解决大周几十年难解的题。你们懂什么？这登仙阁是鲁国公府自愿帮朕建，不信你们问谢世子，这位道长正是他推荐给朕的。什么？鲁国公不顾殿前师仪，当时就喊了出来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紧紧捂住嘴，眼里全是不敢置信。这个逆子，鲁国公府都要葬送在他的手里了。一殿的官员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谢云峥，眼底情绪各不相同，气愤、嘲讽、不解，还有觉得他活该。谢云峥最近已经感受到太多不友善的态度，这是原本从来没有过的。以往在别人口中只能听到夸赞，眼中只能看到欣赏，自从海上回京，这些渐渐都不存在了。回到国公府，鲁国公第一次打了谢云峥。你为何推荐那个道士？为何没和我商议？谢云峥脑瓜子嗡嗡的，他爹的手劲儿他太清楚了。
爹，儿子也是不得已，那是陛下对儿子不嗣登基前的倚重。恰巧李婉儿堂妹李梅儿的夫君提到了这个道士，儿子也是为了国公府着想。你糊涂啊！谁给你的胆子不跟我商量？当初他是储君，对兵家自然倚重，但他登基后就是天子，你只是他众多臣子之一，这时候再增加倚重，等着你推翻他吗？谢云峥一惊，当即跪地。爹，儿子怎会有这种想法？你没有，但他会猜疑。如今你的多此一举，惹出这么多祸事。谢云峥真的要恨死了，都怪小进士找来什么破道士，都怪谢云照抢了那批货，他就是故意的，就是看不得自己好，他把他逼到尘埃里。陆国公还想再教训几句，管家匆匆跑来。国公爷，门外来了很多百姓，朝门上泼大粪，扔臭鸡蛋、烂菜叶子，还骂世子爷是奸臣。陆国公又要昏了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啊？他撑着振作起来，先送夫人去云照那躲躲，婉儿也回娘家避避。谢云照听到娘来投奔，亲自出府门去接。当看到黎霜也跟来时，一张脸垮了下来。先带我娘进府。国公夫人被一众婆子丫鬟迎进去，黎霜看到谢云峥，两只眼睛就像粘上一般，知道他还活着，他的病一下子全好了。来人，送黎姨娘回去。黎姨娘回去？二表哥，府里现在很乱，姨母是特意带我出来避避的。乱子是你男人惹出来的，你凭什么出来避呀？再说避也是回你家去避，像李婉儿回娘家一样，你来我家避是什么道理？不，二表哥，黎霜能陪着姨母，照顾姨母，别赶黎霜走。哭，烦死了！郡主府里有的是奴仆，还有我这个儿子，郡主这个儿媳在，用得着你照顾我娘？快滚！不回国公府就回你娘家去。谢云照转身大步走进院门，关门，谁敢放他进来，乱棍打死！门房和侍卫还是第一次见二爷下这么严格的令，赶紧关好门，严防死守。黎霜身子一软，坐在地上，他的丫鬟赶紧扶着他。小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他从始至终都没待您好过。是啊，他从未在意过我。他到底在期盼什么？从他把自己扔到大表哥床上时，他就已经很清楚，他不仅不在意自己，还很讨厌。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那颗心，总是会为他找理由开脱。被他拒之门外，心会冷会寒，但还是会像飞蛾扑火般想靠近他。国公夫人见儿子回来，却没见黎霜。双双怎么还不进来？沈淑荣一愣，黎霜也来了。儿子让他回去了，大哥的姨娘来我家做什么？胡闹，她也是你表妹。娘，也就您看中你们那点姐妹情，咱家出事这么久，三姨母可有帮忙的意思？国公夫人一噎，三妹倒是写过信问需不需要帮忙，是她说不用，后来便没了信件。你三姨母来过信的？来信有什么用啊？咱家缺的是银子，她有心倒是送点银票啊。国公夫人不愿把亲情和功利挂钩，也不愿被儿子看笑话。家里现在只是有些困难，还能尽力周旋。说咱家倒了，你三姨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理。切，我不管三姨母如何，黎霜就是不能进我家门。是我要带她来的，你是不是要说我这个娘也不能进你家门？我什么时候这样说了？好了，相公，娘，她不是这个意思。黎霜虽是表妹，但也是大哥的妾室，留在府里照顾大哥，也有助于他们的感情。说这个时候都走了，大哥心里会不舒服的。大嫂要照顾安南，娘又受不得扰，大哥不会有什么意见。但黎霜不同，娘也要为大哥想想，不让黎霜来，也是为了他好。国公夫人瞪了谢云照一眼，也不知这小子怎么就这般不待见双双。好了，娘懂了，不生气了。跟他呀生不起气，娘就放心住下，多陪陪阿义和西西。哎，家里现在一团乱，我这心里呀静不下来。您放心，还有我们夫妻呢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国公夫人欣慰地瞧着沈淑荣，越看越满意。她自小就和儿子有婚约，打小她就当她是半个女儿对待，如今有种被自己女儿哄的感觉，还是生女儿好。女儿不会像儿子这般气人。爹，百姓拦着不让工人干活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你知道什么？陛下急着成仙，催得紧。成仙无稽之谈，他堂堂国君，怎可怪力乱神？哎呀，还不是云峥非要推荐什么什么道长给皇帝。谢云照心里偷笑，他就是傻，对李琛那么个玩意儿愚忠，能换来什么好处？哎，没事儿，爹你放心啊，百姓拦着不让进，陛下
问你，你就求一道圣旨，谁敢阻拦，就地砍头，当众砍几个人头，看谁还敢阻拦。混账，那可是百姓！爹不来我来，明日上朝，儿子也去，定把圣旨求回来。鲁国公顿时手捂胸口，他怎么忘了这个儿子比家里那个还气人？爹，您放心交给他，他不是乱来的人。你们有好法子？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凭我们一家，怎么可能盖得起来登仙阁？但如果陛下说不盖了，咱家这处罚就等于没了。鲁国公夫妇定定地看着儿子，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第二日上朝，李琛也听说了鲁国公府的遭遇，丝毫没有同情，也丝毫没有他是罪魁祸首的自觉，反倒看起谢家的热闹来。鲁国公、谢世子要抓紧施工啊，千万别耽误进程。启禀陛下，殿外五品水军将领谢云照求见。谢云照，李琛微微蹙眉，今日不是大朝会，也没宣他，怎会特意来？难不成是为了鲁国公府？因为姑母和永嘉他都没有牵连谢云照，反倒是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宣。谢云照从殿外一步一步走进来，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。谢云照走到殿前，直接跪地磕头。谢将军有何事要奏？启禀陛下，臣听闻家中境况，实在担忧家父及兄长，臣也想为鲁国公府分忧，为不影响兄长加快进度，特来求陛下一道圣旨，若谁敢影响登仙阁的建造，就地斩杀，以儆效尤。一时间大殿内落针可闻，他竟然要当众砍杀阻拦建登仙阁的百姓，不怕鲁国公府惹众怒？这个废物到底要置鲁国公府于何地？非要受千夫所指，遗臭万年才能罢休吗？等众臣反应过来，纷纷斥责他竟然会起如此歹心。陛下，登仙阁对您而言至关重要，您放心，臣不会滥杀无辜，但必要之时用来震慑一番，定会见效。李琛还没表态，群臣继续攻击谢云照，仅凭鲁国公府二公子的权势就能惹出一堆麻烦，如此行径之人，怎能给他就地斩杀这等圣旨？给了他，那就等于是给了权力，他不仅真的会斩杀百姓，恐怕还会趁机搞死几个看不顺眼的人。敬老臣认为此圣旨会引起民愤，劝陛下三思啊！老丞相，不同意你去赶人，还是你给我们家出银子？放肆！李琛对众人阻拦多有不满，杀两个百姓就杀两个百姓，但谢云照竟然敢在大殿之上对丞相无礼，他不能纵容。注意你的言辞，区区五品武将也敢对丞相不敬？陛下，臣自家给您建登仙阁，与他们何干？谁反对谁就解决，否则就没资格说话。你一众大臣都摇了摇头，此子不可教也。耽误一天，陛下就晚成仙一日，这个责任你们谁担得起？大殿内鸦雀无声，这句话算说到了李琛心里，他点了点头，同意了。众臣心里惊呼不可，可又毫无办法。谢云照接过圣旨，起身告退出去。爹就由着他胡来？不对呀，爹昨夜宿在他那儿，难道爹事先知道了？糊涂啊！谢云照一件件蠢事做到如今，爹竟然还信他。他若是因此杀了人，家里大门上的粪何时能洗刷干净？谢云照瞧着手中的圣旨，心中对李琛的佩服又多了一分。他是觉得自己的把柄还不够多呀，或许是觉得做皇帝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有了这份圣旨，回到郡主府，鲁国公要问儿子接下来怎么做，刚一回头人就没影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一脸求夸的男人走过来，手撑在他桌案上，笑着等候奖赏。沈淑荣纵容的起身，隔着桌案在他唇上点了一下。就一下？不然呢？当然是多亲一会儿。男人搂住他的后脑，加深了这个吻，又嫌桌案碍事儿，手撑着跳过来，搂着媳妇儿继续亲，吻着吻着，某人的一双大手又开始不老实。好了，相公，一会儿还有正事。知道了，说吧，杀几个人好？多杀几个，不能同时杀。在带头之人中，先挑2个人杀，必然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对。在强烈反对的人当中，再选几个典型杀掉。好，我去安排。搂着媳妇儿又亲密了一会儿，这才喜滋滋的出门。鲁国公派人叫儿子来见，被他忽视了个彻底，让爹知道他杀这么多人，不得气疯了呀。
谢云峥一进来就看到了永嘉，很好，该让他知道谢云照到底是什么人了。以他的聪慧，定会明白谁才是最值得托付之人。云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可是府里出事了。爹娘，郡主。谢云峥行过礼，叹了口气，一脸恨铁不成钢，随即埋怨地看向鲁国公。爹怎么能陪二弟胡来，还支持他请什么圣旨？如今好了，他成了弑杀的魔头，一口气杀了8位平头百姓。什么？杀了8个百姓？鲁国公夫妇大惊，随即头开始发晕。大哥一来就险些惹爹娘晕倒，是何居心？他能有什么居心？我相公一心为鲁国公府，而你却在这编造他成了杀人魔头，郡主府不欢迎你。来人，送客。谢云峥紧紧地盯着沈淑荣，他敢自己？他竟听不得谢云照一句不好。他到底有多爱谢云照？为了他这般对自己？院外护卫带刀进来，谢世子请。郡主，你会后悔的。留下一句话，转头就走了。沈淑荣没空管他，赶紧安抚爹娘。爹娘放心，云照不是滥杀无辜之人，永嘉可以担保。老两口听他这样说，才稍稍放下心。皇宫内，谢云照和道长一起被请进殿。你杀了8个人，没什么想跟朕解释的吗？回陛下，有，臣实在是急于建成登仙阁，不影响陛下升仙，但没想到杀了8个，那些愚昧无知的百姓竟然还敢阻拦。所以呢？所以臣特来请陛下出兵，镇压那群无知小儿。出谁的兵？都反对他建登仙阁，谁会替他出兵？谢云照也知道，没人愿意帮他镇压百姓，不跟着一起反对，那都不错了。谢家军如今归陛下管，就出谢家军。李琛思考片刻之后，又瞧了瞧道长，只见他摇了摇头。你去殿外候着，朕想好了再叫你。是，陛下。谢云照大步走出去，等在殿外。殿内，道长不赞同他的提议。回陛下，他今日杀了8个生灵，圣旨是您下的，有损您的功德，对您升仙不利，怕是这升仙的时间也要延后了。什么？都怪谢云照，看朕不扒了他的皮！陛下，他是心急您的登仙阁，登仙阁建不成，依旧会耽误一样的。道长的意思是，可以派军队去镇压，但不能再以您的名义，那道圣旨也要收回，方能不影响陛下功德。李琛明白了，这样既不损自己德行，也能快些建登仙阁。派谁去呢？如今谢家是最好的人选，其一，他们本就统领谢家军；其二，他们已经担了这么多，应该继续赎罪的。李琛嘴角轻扯，不是什么好差事。谢家已经臭了，再臭些又何妨？来人，去取鲁国公府的令牌。等谢云照再进来时，面前托盘里躺着谢家的帅印、国公令和世子令。谢云照挑2样拿起收好。李琛皱了皱眉，都怪大哥弄丢陛下的货，惹这么大乱子，当然得给陛下交代。世子令臣就先不拿了，等他将来立功，自己来领吧。李琛第一次觉得他挺有自知之明。行了，拿了东西出宫吧。陛下，圣旨收回。那岂不是不能杀人了？李琛眼皮又跳了跳，随即写下新的圣旨：建造登仙阁一切事宜由谢云照全权做主。谢云照满意的告退走了，他没去军营，先回了家，兵需要爹去调。郡主府，鲁国公夫妇还在正厅等着，沈淑荣一直陪着，安抚着2位老人的情绪。当看到那抹高大的身影满脸笑容出现，沈淑荣就知道成了。鲁国公夫妇都迎了过去。儿啊，你真的杀百姓了？先不说那个，爹娘，你们看这是啥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把国公府的根基带回来了？儿啊，你是不是儿子？是不是付出了什么代价才换回这些？啊，你们别哭啊，爹还要去调兵呢。调兵做什么？当然是看管工地呀。我求来圣旨，以后关于登仙阁的建造都听我的，谁敢捣乱，儿子有权治罪。鲁国公仿佛在听天书，久久不能回神。爹，你是不是老了？怎么傻傻的？听不懂儿子陪你去调兵？滚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没大没小的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先说你杀那8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杀鸡儆猴，只要能吓唬人就足够了，没必要真杀，都是鸡血。他们
愿意配合你演。谢云照心道，带头去闹事的人都是他安排的，当然配合。爹，知道有人闹事，儿子就安排了。陆国公盯着谢云照看了许久，最终重重点了点头。这个儿子自小就聪慧，心智无人能及，只是不用在正事儿上。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心里骄傲极了。国公夫人不知道他们父子在说什么，看到没有世子令，便问了一句：娘，陛下说大哥如今被骂奸臣，先不给他。是这样啊。谢云照坐去沈淑荣身边，进门这么久，只顾着回答爹娘的问题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他眨眨眼，用口型说：幸不辱命。相公最厉害。谢云照顿时笑眯了眼，最喜欢蓉蓉夸他是最厉害的。走了，我是说要去调兵吗？为了给他收拾烂摊子，我都不能在家好好陪郡主。陆国公又想踢他，有没有出息啊？整日围着女人转。送父子俩出了门，国公夫人坐在沈淑荣身边。没想到这臭小子娶了你之后变化这么大。沈淑荣低垂着眉眼，没说什么。陆国公府换世子，换了多少人的人生？他不想过多评价，已经过去了，珍惜当下才是真。瞧瞧自己的肚子，快要公布有孕的消息了呢。他们已经有3个孩子了。娘，我们去看看2个孩子吧。好，让他们父子俩在外头拼，咱们娘俩就管好家和孩子。帅印令牌到手，国公夫人的心情轻松很多，不再紧绷绷的担忧。谢云峥得到消息，带上斗笠，急匆匆去了登仙阁。当他看到爹率领1万大军驻扎时，心里一阵翻腾。怎么可能？谢云照杀了那么多人，反倒拿回了军权？他不信他有这个能耐，摘下斗笠，向着爹的方向走去，却被拦住。站住！谢家军驻地在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本世子乃是谢家军副统领。抱歉，请出示世子令。因为他们已经被其他军营笑话死了，一切都是他惹出来的，还好意思说他是世子？谢云峥眉头蹙得老高，兵权已经回来了，他没世子令，还不能管他们了。先让本世子进去，世子令在我爹那儿。抱歉，二公子说了，陛下没归还世子令。你谢云峥气得直咬牙，又是谢云照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，故意没拿回世子令。他一甩袖子，去路边等爹出来。没多久，谢云照一手转着鲁国公府2公子令牌上的红绳，一手拿着圣旨，穿过谢家军，晃晃荡荡的走到人前。你们瞧见了，我身后可是谢家军，陛下下的旨意，登仙阁势必建成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尔等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，不想丢了小命，赶紧回家去吧。鲁国公在他身后走出来，看他这嘚瑟劲儿，就想踹他，最后只能捂住脸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对，妖道不除，我们是不会妥协的。守好，谁敢闯进宫地，就地格杀。是，二公子。谢云照得意的请爹上马走了。谢云峥在人群后头，听到谢云照的话，真是要气死了，太嚣张了。鲁国公府早晚被他坑死。他骑马追上去，到了无人之处，才敢喊爹。鲁国公听到，停马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爹，你不能跟二弟胡来啊！能别当面说我坏话吗？谢云峥不搭理他。爹，如今这般，岂不是把我们家推到了风口浪尖，会招来更多的仇恨？爹，你要是听他的，那我以后可不管了，我就和郡主在郡主府好好过日子。什么鲁国公府，什么兵权，都别来找我。鲁国公看看谢云照，又看看谢云峥，为难的开口：云峥啊，你的世子令陛下没还，你先回府照顾好府里，外头有爹在啊。爹，你怎么能听他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呢？不然怎么办？兵权拿不回来，登仙阁也建不成，全家洗洗脖子给陛下砍吗？此刻的他对谢云峥失望极了，惹出这么多事，想不出好办法。云照替他擦屁股，还有脸说云照是纨绔。来人，送大公子回府，没本国公的命令，不得放他出府。大公子，爹竟然如此下他脸面，还要关他，还不快去！是。国公爷，下属领命，请谢云峥回府。谢云峥不服，爹为什么管自己？没等再说什么，马已被牵走了。爹别生气，他说的也没错，是儿子让你们失望了。别这么说，你如今很好，不管结局如何，爹今日因你很骄傲。鲁国公是真心夸赞。谢谢爹，只要您和娘好好的，让儿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鲁国公一下子眼眶就红了，20多年了，终于盼到这个儿子说了句人话，真不容易啊。爹，快走吧，耽搁这么久，我要回去陪郡主了。
陆国公刚被暖到，这又凉了。站住，臭小子！你还没说接下来开工的事呢。谢云照把老爹甩得远远的，开工？开什么工？真指望他给李琛盖登仙阁？做梦！陆子谦见谢家兵权都拿回来了，又转了心思，和爹商议着，还是想娶郡主的庶妹。陆子谦没直接去郡王府提亲，而是去了郡主府，和谢云照说，郡主同意的话，郡王妃也会同意。什么？谢云照想说，你做梦呢呀，但他不能这样说。不行啊，她小庶女，你跟着我以后前途无量，怎能娶庶女啊？虽是庶女，也是郡主庶妹，我们亲上加亲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错，你已经有我这个兄弟了，咱们过命的交情，无需亲上加亲，反而该好好利用你的婚事。陆子谦接收到他的暗示，低头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个理，就这么着被打发回了府，找爹一别的亲事去了。谢云照见他走了，心里斥道，还想和他做连襟，凭他也配。转头就告诉了沈淑荣，两人一起嗤之以鼻。相公做得很好。深邃的眼眸打量着眼前的鲛人，他脸上好像长肉了，手指轻轻划过明脂般白皙的皮肤，能娶到他真好。他的手顺着衣摆就伸了进去，别看他每天舞刀弄棒，但很注重手上保养，就怕碰疼了他的娇妻。他像是化作一滩水一般瘫软在男人怀里，使不出一点力气，手上的触感以及他的喘息不断的刺激着他，不能实现最后一步，只好自己跑去浴房沐浴。生完这个再也不生了，总是和我抢蓉蓉。沈淑荣听着就想笑，他也不怕儿女长大之后会笑他。5日过去，登仙阁工地时不时传出伐木的声音，却不见任何材料送进来。李琛还没来得及过问，就听北边封地的3王爷起兵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。就他还清君侧。陛下，不管3王爷是否能打出封地，他已经搬出清君侧的名号，就会引来天下动荡，也会引起民心混乱。我们只需要交出妖道，交出谢云峥，就能避免战事。臣附议。陛下，不论多小的战事都会引来死伤，都是我大周的百姓，怎舍得他们因此丧命？臣附议。北疆还在不断骚扰，若此时内战，南疆北疆都会趁乱打劫，甚至海上也不会安稳。很多人附议，矛头直指妖道和谢云峥。陆国公黑着一张脸不敢出列。谢云峥已经被他关了起来，几日没上朝了，还不知道如今有这么多人希望他去死。李琛当然不想杀了道长，他的丹药很有效，他夜夜都能镇雄风，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等他成了仙便能长命100岁。